就是剑魔，你知道吧？这把他们就是奔着把你摁死，奔着把你摁死的那种目的来选出这2个英雄的。上古钱币，我们先去做眼睛。这里做一个眼睛，这个线草做一个眼睛，然后我在上面线草也做一个眼睛，他们就过不来。我去做眼睛就行了。你别回了，剑魔，别回了，直接打。他们可能要进你红了，我只能帮你刷上半区的，我帮你刷下半区不行，你过来，你直接进来打，来呀。OK， 中路把对面压制住了，还行，我靠，可以啊，有点厉害啊，中单，帮你刷完我就走了。那中单把对面中单给单吃了，我靠，那对面就没有办法进野区了。现在不清楚对面打野在什么位置，我们这时候可以去反对面打野野怪。这里先咬一口，大的拉过来，9秒钟、8秒钟，让AD点掉。OK， 点掉之后我们再走，还行。我得赶紧升到2级，升到2级之后可以继续去反对面打野野怪的，锤就行了，不用管他，锤走，去反这个。他大的石头怪已经消失了。努努这个英雄你不要去跟别人对线，我们没有选择对线的话就不对线了，直接反他野怪。咬，吃到了还行，他打野2组野怪消失，小心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很好打。还有惩戒的过不去，你吃上河蟹吧，没事，我吃上河蟹，你回去刷野吧，都行，我帮你打也行。但其实我说实话，这个应该是给你吃是比较合适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打野要过来吃了，应该是你吃是比较合适，我指挥失误了，我的。推球，啊，寡妇走了。这不丢了芝麻丢西瓜，上路也没守住，河蟹也被吃掉了，打了个1换1，其实没有那么赚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等一下有机会搞一波对面的 AD。OK， 剑魔去逮他了，他寡妇其实前面挺爆炸的。我们现在打野的话，只要注重好自己的野区就行了。这个时候不着急，往上面拉一下，卡一下，这个小兵不给他吃了，嘟，定住。嘟球咬一口再见，锤，杀不了了。努努对线也挺强的，我想一下啊，这把我要主什么技呢？主 E 吧，因为我毕竟没有带惩戒，所以说不会跟对面拼 Q 惩，准备找机会越一下对面的辅助。好，直接来了，就这个时候嘟进去就行了，定住，往上面走，交给 EZ， 好，扛不住了，走了。他应该是能杀的，但是对面女枪也来了，这个时候再往前面走一下，直接开一个大招。震死！哇，这伤害是真的高。我选择要贪心。这个时候走的话，他打野如果说来，我也走不了，但是没有蓝了。哎呦，有点可惜，有针眼，赶紧走了。他打野那就是没有蓝，如果说有蓝的话，我是可以把对面的这个石头怪给他吃掉的，想来找我。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走的话，对面打野来找你，你该死还是死，所以说还不如就去原地升天，直接吃他的野怪。铁板石，巨人腰带。想一下哈，努努这英雄的话，我出错装备了，我不应该直接做巨人腰带的，没什么卵用，那就出稀客了。第一件应该是做那个王者的蓝甲会比较适合我这一套，因为我带的是一个相位猛冲，适合我去玩这种移速流的。推球过来，我都3个人头了，伤害真的好高。看一下哈，他寡妇要来刷野怪了，这个野怪已经被他没刷完。锤咬，小心，应该吃不完了，咬不完，他寡妇会过来，没事，先走一下，我们先往后面站一下，不着急。我们家剑魔很那个什么，很着急，就很想跟着我们的节奏去走，但其实不对，他这个时候要稳住自己的发育，嘟，把他们给逼退，再走，定住了，交给 EZ 打一套。阿克上再往上路赶，那这个河蟹，那这个石头怪的话，我们可以小看一下，不着急。他队友也是十分的想帮这个寡妇守野区的，
我这个位置站住就行了，不着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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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往这里定住，定住的同时嘟一下球再走，不着急，再往前面溜，往上面走，寡妇在前面。我这波吃了他一个大招，这伤害挺高的，咬一口先。琴女现在是没有闪现的，学艺，不着急，走。这琴女这波大招开的挺好的，虽然说没有打中我们什么队友啊。定住，咬一口，接一个大招，点燃术，震一下，走，交给 EZ 空了一个 Q， 不然这波对面阿克山要死，我伤害挂满了。先把蛤蟆吃了，哦，先把果子吃了。今天嘴巴有点笨啊，什么情况？锤！你想回家，他寡妇还在，他这波取消回城往前，就说明他寡妇一定在。哟，果然在我们身后。因为正常来说，他双主现在是不敢跟我们打架的。然后他这种取消回城再稍微往前面走一下的话，他就一定是寡妇在附近，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往后撤退。你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对手的一个动向啊，你来判断出来对面的打野他现在在什么方位。你像我们剑魔这一波就非常聪明了，什么呢？知道你寡妇在上路，所以说这一波我直接把你蓝区给反掉，哎，很赚。这波兵线我要摊一手，但是会浪费节奏，你多吃了90块钱。但是同样的，你损失了一波先手的时机，因为我们可以先手动先锋或者先手动小龙的。我必须得回一波家，因为身上钱比较多，够我把饥客聚合做出来。来一波野区老司机大推球来了，过来，上去要逮捕我们家 EZ， 但是 EZ 这个位置的话已经走到塔下了，他们并杀不了。来一波侧面歪球，推不到，走，哎，不着急，这个位置继续卡住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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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定住，咬一口，再往前面走，闪现一个大招，他得交大，好，他交大的话我们就往后溜，不着急，打他一个大招就够了。我大招换这个寡妇的大招是很赚的，这个位置先把视野给卡住，不着急的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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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他可能要死了，定住，推球没推到，得走，点燃术挂上，触发我的灵光披风，我走的会非常的快，好，交给亚托克斯，但是亚托克斯没有惩戒，这个时候得赶紧撤退了，没有后续了，可惜。先吃口果子，下一件装备直接做永生花，永生花会让我更肉一些。但是我们拿了条小龙还可以接受，说实话。走，再去上路之前，没炸，我这把玩的是一个前排，他们这个阵容后面没有什么特别能 C 的英雄，没有炸，没有什么能 C 的英雄，这把是输不了的。如果说这把游戏我输了，直播间给大家发一手2000抖币的福袋。但是如果我赢了的情况下，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帮橙子把赞点到10万赞，接是不接？我就问你接不接？还搁那输了，哪输了呀？游戏才刚开始。细节一点啊，把他的野怪给他吃了，再走回家。然后我们现在得出点魔抗装备，应对一下寡妇的伤害。他其实他现在寡妇只有4600块钱，我甚至都有点不想出这个魔抗装备了，你知道吗？想一下出什么，来一个炼金高压罐吧，因为毕竟是辅助，我这个控制它没有那么稳定。出一个炼金高压罐的话，可以增加一下我们的稳定控制手段。下来，下路打架打得很凶，但这一波得去保护我们家的伊泽瑞尔了。推球过来。他们寡妇也在上半区，先做好眼睛，这个眼睛看不见他，但是可以看见他的一个刷野动向，那就吃他的 F6就行了。他上去找 EZ 去了，我这波得赶紧过去支援一下 ，EZ 可能要死，一个大二刮死了，嘟走，晕一下，先杀寡妇再说，咬一口，交给剑魔，剑魔大灭开起来之后 ，OK， 他打我无所谓，推球过去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大招这个时候开大，好定住。帮他扛一下，还有后续吗？没后续了，走了。阿克上没有过来，所以说这一波我们打架打的是挺舒服的。再跟剑魔入侵一手对面的野区，吃就行了。阿克上的话可能不是很好逮，我有闪现，我这波并不怕他。走，往上面拉一下，他可能要来找我，挡一下剑魔，嘿嘿嘿。但其实剑魔不挡他也打不死我，因为我太肉了。我看了一下，你像剑魔这种装备都能顶得住，那我这装备就更别提了。他打我肯定是完全打不动的，直接回家。又带着自己家的剑魔反了对面打野的野怪，你应付有的时候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啊，就是你应付他可以不用只注意看 AD， 你可以看你的其他队友，跟你的其他队友也能起得来节奏。
抖音搜索蛮王辅助推荐过来的，你这个抖音有点捞仔的啊！来一波绕后推球，他们这波要去起下路刀妹的节奏。我这个位置先不着急，他们不知道我的位置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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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定住，晕一下这个，有推球，看一下队友能不能收割。哎，好，不着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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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定住，咬一口再接大招，再闪现，再闪现拉开。 再去看对面的唢呐，我跑得非常的快，利用自己的辅助装备粘住他。我出的是饥客，他死了，走，人头让给队友就行了。我们这时候赶去推中路。我像我这把的4-0-7，10分钟这种发育就已经有点无感了，他们打不动我。其实你像女枪喷这个大招，我甚至都不用交闪现，因为他伤害灌到我身上，就好像挠痒人一样，在给我洗澡。在反对面打野的野怪，努努这个英雄是这样的。 拉过来，咬一口走了，想过来是吗？先把他先攻破了，他先攻破了之后，他打我就没伤害了，因为先攻打我是有真实伤害的。我铁板学加饥客的话，他没有先攻之后他就撼不动我。永生花做出来，不要浪费节奏了，这波中路的钱就不用吃了，因为我现在这2件装备就已经够了，下一件装备的话再出一个，要不然搞点法强装吧，这把搞个这个2500块钱的装备，咱们下路去骑我们家刀妹的节奏，我们这波得帮队友守一下大龙。 看一下，先做好眼睛，这个位置得卡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来直接动龙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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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定一下再走，依然是把他大招给打出来，但他这波大招是无用大招，走一下，嘟球再溜，走，拉扯对面就行了。我这一波虽然说看起来什么都没干啊，但是起到了一个拉扯对手的一个作用。点挂上，他有大招，晕一下，再见，游戏结束了。就第一时间进场的话，他们都得往后退，然后把技能交到我身上，但是又不能急火秒掉我。 那他们没有技能之后，我的队友就能完成收割，咬一口。虽然说4打5，但是也能打得过。他们本身就有很多技能是交到我们家刀妹手上的。再往上面走，维恩辅助才是真的顶，维恩辅助比蛮王辅助还要捞，那是真的正儿八经的没作用。吃红 buff， 咬一口，哟，被我 K 掉了。排个视野，这个时候我可以先把龙给摸起来，防止他们会过来。 想拿这条小龙，其实这条小龙你动不动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已经不关键了。就算没有3龙，这把游戏也结束了。因为我现在这种装备的话，包括我队友的装备，他们是看不动的，就是因为我太肉了，我可以肆无忌惮的顶在前面回不家。你可以发现，就是因为我很肉，所以说我第3件装备我不做其他进一步让我变肉的装备，我选择做了一手帝国指令，这件装备会比较便宜，而且比较好用。 中路来一波推球，推一下，嘟嘟定住，咬一口，晕，好，不着急，这个位置可以拦人，小心，他哥也要利用我当跳板是吗？好，晕住我，闪现过去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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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定住，推球大招，还有 A 我，不 A 我那就正死，哎，再见。努努的大招数值是挺高的，就是你只要让努努的大招能续满的话，他这个伤害是非常变态的，咬一口。 12分钟就准备结束游戏了，这把战绩非常不错啊，5-0-15，相当于85%的参团率，拿下这一把游戏的胜利。那么兄弟们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，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。什么局？这个号的话现在500多颗星，目前微信区的排名是16名，拿下。 但是你说实话嘛，这种 MVP 要给到 EZ 手上，哇，真的，他死了3次哎，我1次都没死，他参团率还没有我高，真的有的时候辅助是比较难拿 MVP 的。感谢落雁沙，感谢有主人的居居，感谢 MECURY 的关注，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谢谢大狒狒送出来的粉丝团灯牌，谢谢周周送出来的粉丝团灯牌，谢谢各位同学的小力支持，谢谢。辅助会拿 SVP， 辅助单排拿 SVP 比较容易，双排的话不容易拿 SVP。先跟队友换一下位置，灯牌9级了，哇！恭喜这位同学今天荣升9级陈家军啊！恭喜恭喜，拉姆斯半屌。
兄弟们有没有感觉我今天状态，包括我昨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啊？就是我说话就无关于游戏的事情啊，就是我说话我自己说话。我昨天是没睡好，我今天是睡太久了，导致我现在大脑有点宕机，就嘴巴有点笨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兄弟们？蛮王能辅助吗？不能，很少玩钩子英雄，是的，玩的比较少。我喜欢玩那种容错比较高，然后又比较稳定的英雄，比如说洛、山羊，或者卡尔玛这种英雄。有是吧？就变呆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把对面是一个锤石，锤石加卢锡安这两个英雄对线会有点厉害哈。想一下玩什么呢？选卡尔玛其实是最好打他了。先跟上单换一下位置，帅哥上单可以换个位置吗？想一下哈，那这把卡尔玛让大家来选择了，就是想看 QQ 流还是盾盾流，兄弟们？想看 QQ 流还是盾盾流？盾盾流的话简单强势 ，QQ 流的话需要一些操作，可以自己去打伤害。咱们直播间兄弟们选哈，这把其实 QQ 流、盾盾流打对线都挺舒服的。盾盾流，盾盾流比较适合给大家做教学 ，QQ 流没有教学意义，因为 QQ 流没有盾盾流那么简单强势又变态，盾盾流是包赢。QQ 流不一定赢，那干脆这样了，兄弟们，给大家来那个盾盾流的教学好了。我看咱们直播间现在一半一半，给大家做教学吧，就不用 QQ 流了。QQ 流的操作思路其实也就那样，就是你就是你看，我就说我今天嘴巴笨了是不是 ？QQ 流就是你放强化 Q 去打伤害、打 poke、打人，但是盾盾流更简单 ，QQ 流不稳，主要是这一把。你知道吗？没事，这一把玩盾盾流，下一把咱们有机会啊，给咱们直播间同学带来那个 QQ 流的辅助教学。盾盾流啊，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个盾盾流，这个是这个版本最强势的一种流派，是这个版本最强辅助玩法，就是卡尔玛的最强玩法，而且是没有第二选择的，就是最强辅助卡尔玛。你只要玩盾盾流。学了我这一套，你拿去排位上分，胜率低于60%，我来帮你补，好不好？但是天赋的话，大家不要学我这一套，我这一套前面打的会有点凶。天赋的话，建议大家带3绿，带一个超燃就够了。然后第一件成装的话就是 CD 鞋 ，CD 鞋是非常关键的，直接上线。天赋不要学我这一套，我这一套的话只有1级2级会比较有用。Q 一下，再往前面挤。OK， 那现在我们位置就站住了，舒服。稍微往后拉一下，看他们会不会跟着兵线上线，开盾上去 ，A 他卢锡安，再 A 他卢锡安，再治疗术直接给，但是给到点燃上面了，这波治疗术给的不是很好，点他，护盾给上，非常的强势，他也要死，他活不了的，点，往他身后走，边打边往他身后走，再见。因为我前面伤害非常高，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一波能打得过。这波线要不要吃？他这波线不吃了。但是我的建议是吃掉，要回家的话那就一起回，我也回了。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一波能打得过。艾黎打了31点输出，护盾猛击打了11点输出，强化攻击打了51点输出。我光一个小技能的天赋，光一个小符文的天赋啊，我前面就打了差不多对面100点血，在1级的对拼中是非常有用的。如果说不带这种天赋，前面对线是打不过的，因为他们集火打的是 EZ， 所以说我如果说伤害不够的话，这一波一定拼不过。因为卡尔玛前面的伤害实在是不高，并且呢，他没有锤石这种控制手段，他只能说帮 EZ 稍微补点那种，懂我意思吧？稍微往后走一下，走，好，这个时候 Q 技能不要交，我们的技能永远是留给自己的强化护盾，哎，但是当你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技能交出来哈。就是你在前面对拼中两边都是集火 ADC 的，所以说我这种天赋就可以让我前面的伤害非常的高，懂我意思吗 ？QAW 他南刀锋来了，但是这一波我其实不怕，我有闪现的，你以为？把自己的血量卖到极限，这个时候你要吃果子吗 ？No， 这个时候要往前追击 ，Q 给一手1技能护盾，你看这个护盾嘛，保护住了我们家的赵信，但是赵信这个位置被他 AQA 打死了，有点可惜，他想杀我。练一下治疗术，他还有个 W。不能被他刮死。但1级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啊，
正常来说我们是打不过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一个治疗数啊，还放到点燃的减治疗上面去了，就治疗数只回了一半。但是哪怕这样我都打过了，就是因为这种天赋在1级2级对线实在是太猛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的护盾可以帮 AD 抵挡伤害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学，因为大家在排位对局中很少会有这种1级就直接开始对拼的这种画面，懂我意思吗？很少很少，所以说建议大家去带3绿，3绿后期会比3红更厉害一些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顶着锤石钩往前面走了，锤石钩他也打不过我们。然后我带的这种天赋呢，1级2级强势，但是中期后期就不厉害了，就只有1级2级有用。然后过了1级2级到3级之后就没有一点用了，这波拦一下锤石的后路，不着急的，来 Q A W 练 A 大招往这里拉，走位练住，护盾抵挡伤害，再往前面追击 A Q 扛塔，好，他交一个闪现，他们现在线已经对不了了。而且就前面有这种发挥啊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包括我跟你说 ，W 练住，看到他位置 Q 一下把他杀了，再往上面走。他这波目标是我们家EZR，再给一个护盾，看一下有没有后续，能不能走位扭一下他的技能。OK， 杀了还行，走了，这一波没有后续了。不过你由此可以见得你这种卡玛的强势之处，你一个艾黎加上一个护盾，帮 EZ 抵挡了很多伤害，艾黎是不二之选。而且他前期强，中期后期会更强。我这把将会在6分钟之前做出香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到时候我们的节奏会进一步紧凑，这一把的游戏拖不过13分钟，往前面加速，这个时候直接给他 Q1练，往这里走 A 大招 A 治疗术开盾，再往前追击，他是没闪现，再一个 Q 技能杀掉，再往前追 W 练住。你像这种他已经就是说已经爆炸了，他还敢在这个位置吃我们的塔皮，这对吗？这不对，因为我卡尔玛有加速，这个加速效果非常的不错，加速走到他脸上他就已经走不了了。但是同样技能释放顺序有一点不对，就是不应该强化技能给到 W 的，强化技能应该给到盾上面，给EZ一个加速，利用普通技能去练这个卢仙，这一波会更完美一些。处理的不是很完美，但是还是硬杀掉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容错非常的高，前期强到后期，前中后期都很强。你哪怕是卢仙加锤石，你前面都有点招之不住，再开一个大招，再一个 Q 技能，再往后走，再开一个护盾，对不对？这2个人是没挨过毒打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其实是很厉害的，但是这一把碰到这种流派的卡尔玛他也没办法了，因为实在是头塞雷啊。他没有办法打，这个英雄就是如此的变态，而且我出的还不是肉装，还不是冰川，我带的是艾黎，哪怕就是带这种天赋啊，后期天赋都把对面给凿爆了。艾黎是后期比较厉害的，然后3红是前面比较厉害的。为啥觉得我说的这么简单？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就是这个版本最厉害的辅助，你不要跟我说别的，没有其他英雄比他更强的，就是卡尔玛最强，就是盾流卡尔玛最强。没有别的英雄会比盾流卡尔玛更强。我一个粉丝，他宗师差不多40星左右，胜率一直保持在50%，然后用了我这种盾流的打法之后，20把只输了6把，直接上王者，现在已经在准备冲至尊了。这种打法就是你主 E， 然后你的所有技能都围绕着你的护盾来做文章，强化技能也只给护盾。你有盾，你现在就可以直接给。你注意看我这个护盾的 CD， 一个护盾 4.2 秒，它可以持续 1.5 秒。不是要他护盾这个量，是要他护盾的加速，就一直挂给 AD 身上就行了。6分钟就已经开始启动了，无限火力，走，他是一个 Q 闪，再往前面追击一下 ，Q 一下，不着急啊，这波赵信捅上去捅得非常的不烂。我们这一波先一个 Q 再一个 E 强化护盾，帮他抵挡很多的伤害，不着急，给护盾再给上，给 EZ 让 EZ 加速往前走 ，Q， 对不对嘛？你前面对线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小放点链子，但是你打到中后期啊，你不用管，你就一直给 AD 盾就行了。你看这个盾的量，他们现在没有破盾，现在EZR不可能死掉了，并且可以一个人走到对面5个人脸上嚣张，而且他还有跃速跳签可以跳跃，你懂我意思吧 ？W 练住 ，OK， 游戏已经结束了。因为卡尔玛这个英雄，他前面其实是不会有这种节奏的，不会说这么强。但是因为我带了天赋，包括对手的英雄选择，因为他们的英雄就是他觉得他肯定随便吊打卡尔玛加 EZ， 但是没有想到哇，1级没有拼过。为什么没有拼过？因为这个卡尔玛带的护盾猛击强化攻击，但是这个天赋它只有1级2级有用，它到3级4级没有用。好，再出一个推棒。下一件装备的话，因为 AD 是 EZ， 所以说我们给他做个流水。大家排位对局中不用像我这样出装，
排位对局中的话的一个出装思路是 CD 血救赎，然后再出一个香炉。如果说你的 AD 特别给力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直接第一件就出香炉。打到现在游戏就变得简单了，因为什么？就只用挂盾就行了，不用往前冲，不用往前走，你只需要你的盾一直挂到你的 AD 身上，他就可以一个人走到对面4、5个人脸上嚣张。对。而且哪怕有破盾也不怕，因为我要的不是他的盾的量，他盾其实他能抵挡的伤害不多，要的是这个加移速。你看这种起节奏能力是无敌的，他的这个移动速度非常的快，好拦住对面的南刀锋。你看 EZ 现在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嚣张，对不对 ？Q1，你可能看了我的画面啊，你可能不会觉得这种卡尔玛对不对有什么变态之处，不就一直挂盾吗？很简单。但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这个伊泽瑞尔来说啊，你就一定知道是有多爽了。一直给盾，而且还可以给2个队友同时挂盾，同时挂加速，每隔一段时间就2个队友同时挂加速，这种盾你是其他辅助没有的，而且很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先给一个 Q， 这波先一个护盾，强化护盾保护赵信。你看这个护盾，说实话差了一点，早点闪现出来他还不用死，再给一个护盾，不着急 Q， 好练住，练不住护盾给贾克斯，给谁都行，悠哉悠哉再给一个 Q， 这个时候 Q 减速，因为这个英雄太全能了，他有减速。护盾 ，OK 还行，对不对？没有队友会阵亡的。你这一手，卡尔玛嘛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加速嘛，对面着止不住，但是马上没有蓝量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得先往后稍微小撤一下，走了。护盾，就是嚣张，又来了，练住，护盾，有没有破盾？不知道，锤，再往前面走，护盾，锤。锤推吧，溜了，哈哈哈哈，没后续了。这波真的是把自己的蓝量全部都打空了，但是同样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这种护盾挂到 EZ 身上是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很简单，简单又强势，这不比 QQ 流强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我们是 QQ 流的话，前面1级对拼一定打不过，一定是盾流前面对拼才打得过。昨天晚上那个号是我在打吗？是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跟其他队友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？去找一下武器大师，武器大师现在带的地方比较深入，可以直接过去支援他。看一下 Q， 一个强化护盾加速，强化护盾加速之后再来一个推棒，再来一个大拉，再来一个治疗术。你这种盾嘛，再给护盾，再给 W， 再给 Q， 这是为了续盾，续盾的同时再给一个盾。哇，2个人打4、5个，你说这种贾克斯就这么点血，就是打不死，因为我这个盾一直给他挂，而且我放的是强化护盾，我是 QW 技能把自己的被动给攒出来，再放强化护盾。Q 再给 E， 他就是打不死，再给盾，再给 Q， 那这波应该是要死了，他这波他是没想活。W 练住，再给强化护盾，保护赵信，走了。这波贾克斯说实话他是该死了，他这波压根就没想过活下来。好，现在去找 EZ 哈，给 EZ 肯定是最不错的一个选择，因为有香炉加上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再跳过去，再给盾 Q， 再往后拉扯。锤石他也不可能勾得中这 EZ 是吧？因为 EZ 有那个，走一下不着急，给加速 Q， 就是2个人逮着3个人打，再给一盾，就一直给就行了，不用着急的。你就而且比较简单，不需要你往前面给 Q 什么的，你就一直站在后面给盾，就是最简单的玩法了。好，再一个大招刮死，对不对？再给盾，简单又强势，非常适合大家去上分，不需要操作，只需要一直给盾，只需要无脑就一直挂盾，一个手都能玩得了。一个手玩得了，说实话还是有点夸张了啊！一个手肯定玩不了，还得走位，对不对？你就一直挂盾就行了，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手的空间。你这个盾你不求他能挡多少伤害，你就让他一直加速就行了。这个盾是真的是猴塞雷了，再给一个护盾，好，再给一个大招。这个大招是为了续一下我的强化护盾，但是对面并没有选择来跟我们硬拼，对不对？你这种护盾啊，不要说等到对面伤害灌出来的时候你再交盾，这种护盾是要提前给的。再给一个护盾，保护一下贾克斯，这种盾的量嘛，你看是不是？就不用回家，就一直站在对面高地起舞，而且我的一个站位是非常安全的，你甚至比那种 QQ 流的上限要高，比 QQ 流更厉害，比 QQ 流更简单，比 QQ 流更适合上分，懂我意思吧？简单又强势，还说搁那想看 QQ 流，想看 QQ 流，这把看 QQ 流早就爆炸了，1级头都被锤爆了。盾流才是最强势的，而且它会比其他任何辅助都要强，因为这个英雄不管你掏出什么样的阵容，你都可以直接秒选他，不管队友是什么样的阵容都可以直接出。现在再出一个合音，随便出了，加一下盾的量，出这个。符文的话，等一下出去我给大家预定一套，
我这套符文不建议大家学，大家带的话还是带三绿会比较好，三绿后期会比较强势，比较厉害。我这一套是3红，因为我带的是3红，所以说我前面对线把对面线杀了，就给 EZ 盾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因为有蓝 buff， 所以说我们可以放 Q，W 练一下，再给盾，不着急。Q， 好，这个时候放一个大招，一个强化盾拉过来，治疗术开一下 ，Q。1W 闪现拉开，推棒走，很可惜这一波技能有点放歪了。那个位置想放一下强化护盾保护一下 EZ 的，其实还有失误，就是蓝刀锋开大招的时候，我 W 是能看到他的，但是我没有选择练他，导致我们家 EZ 并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，然后所以说被这一波被蓝刀锋偷了。但是同样是2v5，我们打了一个2换2，操作好一点的话就可以完成一波2v5，没有操作好，失误了。怎么破盾盾流卡玛？没有办法破它，没有办法。要不然就是玩那种应付，然后强开团什么的，他是有点怕那种能开到自己的队友的。但是这把对面是锤石，他都很难开得到伊泽瑞尔。因为是 EZ 加卡玛，所以说确实开不到，没办法开到。因为 EZ 还有位移，还能跳。卢锡安跟卡玛也是一样的，有位移的 AD 他都不容易死，配卡玛，而且有盾。还不赶紧学起来吗，兄弟们？还不学吗？练一下。给赵信盾 Q 一下，不着急，就站后面就行了。再给盾，这样队友基本上他不会怎么掉血的。QR 强化盾，这一波吃到塔伤了还是死了，再给盾。你不管盾给到谁，你就直接给就行了，我给就行了，给就完事了。而且这把应该是能拿到一个 S 评分 ，EZ 杀了20多个，我拿了25个助攻，这把就是屠杀局，太变态了。他们卢锡安跟锤石这2个英雄，要不然就是把我们打爆，要不然就是没什么作用了，然后他们这把反倒是被我们打爆了，所以说就更加的雪上加霜，而且掏出的还是盾盾流，后期一样非常的厉害，前期也厉害。那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关注啊！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。这一把的话，我要看一下我的护盾啊，护盾给了17000点护盾，哇，兄弟，说实话这个护盾太夸张了。下一把了。劣势怎么办？劣势的话也是一直给盾啊，一样的，就一直给队友盾就行了，然后给队友盾去起节奏，因为有那个有加速嘛，有加速效果，起节奏速度是比较快的。给大家配置一下符文哈，大家不要带我这一套，因为咱们现在很多段位参差不齐的，就是带3红不一定能发挥出作用。你觉得自己强你就可以带，然后大家排位对局中就这样带就行了，带这一套艾黎。艾黎是要带的，冰川征服没用，冰川征服是肉装卡尔玛带的，肉装卡尔玛不厉害，一点都不厉害，可以截图一下啊，各位。超然是一定要带的。然后如果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强，有 AD 搭子的，是个每天打游戏都跟 AD 双排的，你可以带3红，就1级开盾上去，护盾猛击强化攻击，配合上艾黎的伤害，1级 A 别人一下就能 A 80多点血，相当于是德莱文开了 Q 的一下攻击，伤害非常爆炸。感谢杨先生，感谢 ZW 的关注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时间的话，给大家打一首广告啊，咱们淘宝闪购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数字，可以碰碰运气，领一下这个上面的一个无门槛的优惠券。我之前我领了一次，我领了一个16块钱的无门槛，就是我花16块钱点外卖的话，这个外卖它是免费的，大家每天都可以用这个数字上面的优惠券，每天都会送你优惠券的，大家可以碰碰运气。如果说有高的时候，有那种比如说无门槛比较高的优惠券的时候，咱们大家再用一下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慢慢看。但是肯定还是就比自己点外卖要划算很多的，也就当支持一下橙子，谢谢各位了哈。再把对面选择猫咪，然后我们就选一手铁男，铁男克制猫咪。试衣服来了，也不是，说实话是因为我玩的辅助比较全能，玩的英雄比较多，玩的种类比较多。你说真正的试衣服，那肯定还是不能是试衣服的。有那种玩硬服比较厉害，有玩软服比较厉害的，他们对这种英雄的造诣他会比较深。我是每一种我都会玩，玩的都就是他们比如说他玩软辅厉害，他软辅他就10分，他玩硬辅厉害，他硬辅就10分，他只玩这一个英雄，只玩这一种流派。然后我的话，我是什么呢？我是这每个我都会玩，每个我都能有个差不多8.8分、9分左右。所以说大家会觉得每天看橙子直播会比较有趣。每天都要来喷一下橙子，不喷睡不着。
我有什么好喷的？我脾气这么好，你喷我干什么？不许喷啊！以后黑转粉了。想喝奶茶了，去哪里买？闪购啊！刚刚不是给大家发了吗？对面玩猫咪现在不办铁男不是作死吗？那肯定不是。因为猫咪这个英雄本身就不容易放出来，他哪怕他偶尔选到一把，他都不一定会碰到铁男辅助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现在玩铁男辅助玩的比较少，因为大家在排位对局中只是看橙子用铁男暴打猫咪，但是大家玩铁男打猫咪的画面不是那么友好，就一半一半吧。有一半同学可以用铁男这个英雄很好的暴打猫咪，有一半同学他没有办法用铁男这个英雄暴打猫咪。但是我的话，我基本上我掏出来铁男打猫咪就没输过，就跟我卡尔玛顿顿流打排位一样。打个100把可能输个1-2把左右。500抖币已经给大家发了哈。露露都能打爆，那不一定。猫咪这个英雄对线是 T0中的 T0， 变态中的变态。好喜欢橙子老师的心态，哈哈，谢谢支持。谢谢你能喜欢看我直播哈，上古钱币。因为铁男这个大招 CD 比较久，所以说我们不能出生物之盾，出上古钱币。他关键的技能就是一个 E 技能跟一个大招。打团的时候是放大招，对线的时候 E 技能不能空，打团的时候大招不能空，这两个技能空一个都直接结束，眼睛可以吃掉，给 AD 吃。往后拉扯一下，他前面是想跟我们反命的，小心，把他骸骨破掉了，不着急。做好眼睛，E 技能回拉过来 ，A 点燃树，他是不是要跟我们家卢仙 all in？ 我还以为他有点马尿呢，没想到他妈拉过来就直接交闪现，我以为他要跟 AD 对拼呢。疾跑虚弱点呀，那肯定拼不过。打断他回城，再一个 W， 他回不去，很伤。E 技能回拉过来，锤一下，再见，重锤走。看来是没有见识过铁男打猫咪的厉害之处啊，这位同学，以后遇见了一定要稳一点啊，他这个老鼠是没办法对线的，老鼠这英雄对不了铁男跟卢仙，配猫咪更对不了，小心。他这个时候只能站在一个很靠后的一个位置。这波他要升2级了，我们这波吃个线就准备回家了。这波再拉的话 ，AD 不一定打得死他，在1技能回拉，锤。他要死了，我就知道我这波拉会把他给害死，因为这一波他没什么状态了。但是他这个位置我看出来了，他跃跃欲试。那这波 AD 死了就不能回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把兵线给卡住。他没有看见我，站这里，看一下老鼠哈，先锁住他，等 AD 过来，准备动手。他以为我回家了，1技能回拉，重锤 A 护盾，这一波就不用回家了。小心对面打野可能来了，我们队友给我们发撤退信号了，他打野应该是刚吃完河蟹。逆向思维啊，可能很多同学这一波都觉得要回家，其实不对。哟，吓死我了！这波不用回家，这波你不回家一定不会亏，哪怕杀不了这个老鼠你都不会亏。杀不了老鼠你可以把兵线卡在外面，然后形成一个护盾，海闪点燃走。我还有护盾呢，他还想拖我回家了。哪怕杀不了老鼠，你可以把兵线卡住，然后他们下一波还是回退线。带睁眼了，他们这把2个隐身英雄，还是回退线，这老鼠还是要死，他没闪现就是必死。因为我有海闪，我这个 E 技能拉的距离超级远，他除非他不吃线，他不吃线的话，他一样是炸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个对线的判断啊，对于一个局势的一个判断，要把握的更加细节一点。就比如说我这一波，对不对？因为一波想帮 AD 卡线。然后歪打正着，把这个正在偷吃兵线的老鼠给他逮到，那这个兵线卡住，他游戏已经结束了，这把游戏对面不可能赢得了。想一下哈，站这里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寡妇在下路，老鼠去中路，那我们就直接把线给推过去。寡妇这波推线一定是有东西赚的，老鼠来上路要被越，不来上路的话。他这个塔要被我们拆完，因为寡妇已经露头了，寡妇在下路露了，所以说这波老鼠，他哪怕吃不吃兵，他都要着。假装不对他动手，这个时候再来，重锤先，1技能回拉过来锤，
锤，但是 AD 在扛他，直接大招关注。哟，护盾 ，Q 闪过来 A 一下 ，A 死走。有点可惜啊，这波 AD 动手动早了，竟然不是我在扛他，什么情况？不对呀、我记得是我先手打中人的啊。那这波其实越塔是失误了，就是因为我们家 AD，以为我这个 QQ 中了应该是，然后他把自己的普通攻击交出来了，但其实我没有 Q 中。看一下哈，饥渴，这把直接做饥渴了，这把我挺肥的。小反甲吗？小反甲是可以做，但是 AD 已经做重伤了，我就不做小反甲了，直接做饥渴就行了。他现在老鼠很难对线，那这一波就不能越他塔了，因为这一波他寡妇会在上半区，他刚刚上一波在下半区，他这一波就一定在上半区。这个先慢推进去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只有双人路是优势，那我承认我刚刚说话的声音有点大，这把游戏还不一定赢呢。因为刚刚这一波其实对于我们的节奏挺伤的，这一波本来是我们杀老鼠，杀完老鼠把上路一塔推掉的一个节奏，他寡妇来了，寡妇应该在附近呢，不然这老鼠不敢这样点，一技能回拉重锤，先做好眼睛。果然，派克来了，走，往上面走，不着急，我就知道，可惜，萨勒芬妮来了，一技能回拉重锤点燃术，我有一个护盾，所以说不用特别怕，护盾抵挡伤害，骗他。把他的闪现大招骗出来，这一波卢锡安能杀，很想杀我，棋差一招，可惜一技能回拉重锤 A 再见，找他位置，小心，先锤塔，这一波大招捏死，大招捏死就行了。OK， 寡妇并没有想着冲的话，那我们就直接走了，因为派克马上来了，快走！你不走远一点回家，等下派克过来把你弄死了，你信不信？你看，都不需要派克了。他在骗，冰山护甲玩的还是没有特别谨慎啊。是挂吗？他这是应该不可能是挂吧？现在哪里有挂呀？这草丛里面可能有他们做的眼睛。不着急，这波还是得先来上路。中路又被他找到一波节奏，他们的节奏能力是挺不错的，写节奏的能力，这老鼠还是挺聪明的。很精明啊，他知道在上路不好对，他每次他都一复活就往中路靠，往中路赶。先锤一下，他们好像要去拿先锋，还是拿什么？我们打野死了，让 AD 自己推，他们去动先锋去了。先把上路塔给吃了，然后等一下小龙的话我们可以看。锤，他的野怪也可以吃啊。说实话，这个时候动小龙不是特别好，先把他野区给他吃了。这种野怪给的经济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再吃一个河蟹，这波大招就捏死就行了。看一下，先做好针眼，不着急。这位置把龙拉出来打。那寡妇在这龙坑里面没事，也就是不想抢了。我们这波直接回家，把饥渴做出来，饥渴这件装备，哟，捏住。好，并没有想得动啊，往中路赶。一技能回拉重锤，把他的 Q 技能给他拉断。他想要 Q 我，但是被我拉断了。这也是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派克在续 Q 的时候，你可以哟，走了，小心寡妇啊，大招捏死，大招还是捏死。果然在这里准备对他动手，但这一波杀对面老鼠的话不是很好杀。好，还行，把猫咪给杀了。我就知道对面这些人他喜欢搞这些东西，小心。一技能回拉重锤 Q A 点燃挂上，早点挂点燃应该能救他，小心一下哈，不着急。走，锤。寡妇这波会来找我，准备捏盾。护盾，一技能回拉，闪现拉开，我靠，伤害真的好高啊！提前预判到了，我就知道这寡妇一定在这附近的，但是，不亏不赚，因为我交了个闪现，你知道吧？出推棒，下一件装备出永生花，我想跟他博弈一下，他没大招，他这波就要死了，反倒是我博弈失败了，就不应该跟他博弈，因为这一波的话，说实话，他有大招的话，没有打出来他什么东西，他一个大招这样子。我不是很赚，我交了一个闪现，真不赚。来中路帮我们家萨勒芬妮把线给吃了，他现在压力会有点大。再来上路，有挂怎么玩？没有，他寡妇这个他肯定会，他寡妇不就是这样玩的吗？我以前也是一个老寡妇玩家。
大家说橙子开挂，其实是对橙子的一种认可，谢谢各位。我知道你们是开玩笑的。锤，这波得去洗他中路的节奏。他们现在3个人在下路，中路暂时没有人漏。现在老鼠只要敢碰到我，我就直接开刀R把他锁住，他就要死。寡妇还在下路，好不着急，其实不是很好杀他。拉过来，没拉到，但是还是要死，可以。他这把寡妇会比较肥，饥渴永生花，想一下啊，是永生花会比较不错。我一个大耳斩，后面来了一个人，点燃树挂上，一技能回推往上面走，卡一下位置，再做一个睁眼，小心。这波得撤退了，没有后续了，没有办法救到他，因为剑姬大招锁定的人是我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关这个剑姬。还是非常的细腻的，这剑姬。他知道不能锁我们家的佛爷哥，锁佛爷哥我就把他关进去了，回家出装备去了。这把的话，我们双人路跟打野是还行，对面寡妇经济会有点高。我现在有推推棒，猫咪的话有没有做面纱？暂时没有做面纱，还是有点小劣势。看一下经济哈。单挑，锤，但是好像打不死，我没有那个，没有重伤，有个重伤的话应该是把他杀了，有点可惜。有饥渴的伤害不是很够，那饥渴我现在我都有点不想做了，我说实话，我出了饥渴，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开大招能把这个老鼠给他关死，但是有点可惜，他这把寡妇在这附近呢，小心点。先利用自己的 W 回一口血，等永生花钱够了之后我们再回家。我们这波不是我们的轮次，因为我没有大招。要起节奏的话，得在我有大招的时候起节奏才行。没有大招不是起节奏的一个点。等一下啊，来一首振奋人心的 BGM 啊！这把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这条小龙要看的，但是不是特别好打。先把果子给吃了。拿小龙吧，拿小龙吧，大龙可以守的。我觉得第一条大龙没有那么关键。他剑姬不在，没事让他带就行了。他剑姬先靠的，先把龙绕了走了。小心，打完走，打完先往后走一下，不着急。等他老鼠大招消失，鳄鱼，这可不能轻上啊，这可不能好好上啊，直接大招关他。关注，但是不跟他打架。Q 锤点燃树，护盾拉过来。护盾抵挡伤害。我没死，我把他寡妇大招打出来了，又把猫咪给打杀身了，差一点就是死了。还好这护盾就是这波博弈有点失败，因为这一波要提前开个护盾会比较好。猫咪下身 OK， 出永生花，再动大龙。他这波寡妇只要说没有办法把我的队友给斩掉的话，我们这波团就随便赢，因为我们佛爷哥可以收割的。他们外面的队友没什么伤害，一个剑姬，一个派克，一个老鼠，他们伤害是不够的。寡妇在上半区，很聪明，这寡妇差点把我给秒杀了，把中路线给他过了。这种时候队友没有办法吃的线，我们先小推一下，队友去起下路节奏去了。锤，平常11点半播到差不多3点多左右，把线给吃，把眼睛也给吃了。下一件装备出狂徒了，我现在回复能力不是很强。出了狂徒的话，可以让我在线上啊，被对面耗完血之后，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血量给回复上来。现在就站卢仙身边就行了，然后等一下，如果说寡妇来的话，可以开大招保护卢仙。寡妇有猫咪的话还是挺厉害的，护盾开一下，大招捏死就行了，把这个眼睛先给拍了，做个睁眼。就站在你的2个 C 位旁边啊，一个中单一个 AD 旁边，然后准备捏大招，因为寡妇的话它是不会漏的，你就大招就捏死就行了，一个大招刮，小心寡妇已经露头了，不着急，寡妇在后面，但是我们这波鳄鱼死了，得走，这个睁眼刚刚看到他的位置了，派克想一闪杀他，但是没有后续，这波我们站到一个比较刁钻的位置啊，老鼠等下来也会来偷卢仙。好，等他先吃个果子，假装走，再锤过来。他都以为我走了，但其实我没走，来一波绕后。
看到他位置了，重锤 Q1，把这个老鼠给他杀掉。这就是假视野，因为第一时间的话，我被对面家里面那个探照果实给探到了，所以说假装往后走，假装要回，等这个视野消失的一瞬间我再上来，那这一波就可以杀老鼠的同时把对面上塔，一技能回拉重锤。剑姬很细节的走位哈，这波得溜一下。剑姬大二只能给我，他大二如果说给到卢锡安的话，我可以关他，不着急。没有办法继续推进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回家就行了。2500块钱，我狂屠铠甲的钱还不够，再吃一波钱再走。先去跟剑姬去了，剑姬也是个高手啊，剑姬3-1，2个1万块，但我们打野这把也挺肥的。重锤，然后我这个英雄其实不单克制猫咪，还有点克制这个寡妇，你还别说。就是因为有我铁男在啊，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对我们的正面去动手，就没有办法来正面去偷我们的人，你知道吧？他如果说来正面偷我们的人，我第一时间秒关大招把他给关进去，你说他怎么办？没什么办法，狂屠铠甲。主播芳龄多少？那肯定不能用芳龄啊！主播今年多大？主播今年22，马上23了。自然之力，哟，他就打我。那他这种大招交我身上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你吃果子或者先回家吧，萨勒芬尼，我可以利用狂徒回上来。他这种其实不赚，他也想到了一个应对之法，就是关一下老鼠 ，EQ 锤，看一下卢锡安能不能活。卢锡安活不了的话，我就往后溜了，走喽。等狂徒回一下，还行，这波打了一个2换1，我们得守大龙了。锤一下，你先回一下萨勒芬尼，你先回去那个一下，我们这波得守一下大龙哦，小龙，先做个针眼。他们野区有我们的一个眼位，你小心他偷你啊，萨勒芬尼，你真的要小心，他们要动这条龙了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我们这波拉12个月，你小心，不着急，他们动龙的时候我们再过去打他就行了。可能已经在摸了，再摸了，闪现没摸，没事，没摸的话他们很亏，很细节的走位，要往里面稍微挤一下了。OK， 他走了就行了。捏住大招，好，他不过来了，再去拿龙，拿大龙一样的。他这波正确的选择就是让剑姬一个人拦我们3个，然后他去打小龙就行了，因为我没大的。大招捏死就行了，不着急。那寡妇还不知道在什么位置，关，哎，还是被斩掉了，我靠，没救到他。那其实这波放大招是给对面机会了，你知道吗？锤1拉回来，锤，等卢锡安来，小心，这波不是对手了，他寡妇也在，寡妇现在伤害会比较高，海闪拉开，推棒护盾 ，Q1 往这里拉。Q 中的话拉过来就有机会杀，看一下卢锡安这个位置他可能要死，我们先把中线给过了。不能管他，这个位置我没有办法过去支援到他，再往后面拉，中塔不守了。有，他在后面，没有想到啊，有点细节这寡妇。我们拿了一波大龙，拿了一波小龙，其实因为我的一个大招失误啊，关了一个错误的人，关派克我肯定是杀不死他的，也没办法限制住他。等萨勒芬尼复活守一下家，寡妇现在6-1，16000块，他很容易秒人的，破盾肯定是不能做了。想一下哈，振奋盔甲，自然之力还是自然之力吧，自然之力比较好，自然之力加强了，被翻了，还没有被翻，还没结束，只是说这条大龙的话要被他们拖过去。萨勒芬尼，你可以做一个那个皇冠啊，做个皇冠就不容易被秒了，不然太容易被秒了。其他装备可以先缓一缓。你下一件准备做啥？做破盾吗？这把其实不是破盾的局，你听我的，你把这个装备卖了，然后出那个皇冠，把这个破盾的装备卖了，出皇冠，皇冠比较好用。这把对面没什么盾的，不用出破盾。我们现在当然捏死就行了，然后得看寡妇位置。老鼠现在也起来了，我们正面是少人，一技能回拉，没拉到有点可惜。拉到的话可以打他一个大招的，先把果子给吃了，闪现过去能点死他们，一个大招嘟死了，嘟死的同时这个位置不着急，
闪现 E 技能重锤 Q 接 R 接，关猫咪的同时点上去挂上，其实不用 GR 了，GR 是想关那个老鼠的，怕我队友没有把他杀掉，走锤塔就行了。OK， 那成功拿下这一把游戏胜利。那么兄弟们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，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哈。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。刚刚你就想说在后面哦，看那个爱心的箭头指的方向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我有点不细节了。那既然知道他在后面的话，我就得往前面走了，我有点不细节了。因为机器玩的也非常的不错，这机器钩子有点东西的。感谢小猫咪钓鱼爱吃鱼，感谢可乐的关注，谢谢支持啊！对，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卡个牌子支持一下橙子，有空的同学呢，咱们可以帮橙子点点赞，谢谢各位。对面中野再强点，我就不会玩的这么嚣张了，就不会玩的这么那啥了。就是伤害不够，降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还真不是伤害不够，我一般是不会跟咱们直播间同学降的。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很肉的，就是盖伦这种纯肉出装，你怎么能打得死他？你说伤害不够，我们控制技能只要说能打到对面卢仙，打到对面大头身上，那肯定伤害够啊，打他们肯定还是随便2下就秒掉的。像我们家的打野跟卢仙，但是就是摸不到，因为他前排太肉了。他这种前排很肉，你不可能说你一套伤害就能打得死他。而且盖伦 W，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技能介绍，我真不是跟你嘴硬，兄弟。而且就算是缺伤害，也是不能说去玩法洛的，因为法洛它其实不是说能处理的很好这种画面的，没有办法处理很好的。又是猫咪，我们等会儿再选哈。哎，我们家中单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怎么念呢？我靠，这个字我不认识啊，有没有同学能打出来让我认识一下的？先给 AD 换个位置，然后上个厕所去。打猫咪的话，首选就是我们的铁男莫德凯撒，这个英雄是我用来克制猫咪的不二之选。我们这把阵容非常的不错啊，全是冲阵的。这把铁男加侠打对面卢仙加猫咪，他们是一个虚弱一个点燃加上一个屏障数，这2个英雄的话会有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2个英雄他前面我们拉到了不一定打得过，因为卢仙这个英雄前面对拼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他带的是一个强攻，而且他们技能是比我们多一个的。主播会布风女吗？风女会玩啊，但是风女不厉害，所以说就不怎么去玩。铁板学啊，上单走错路了，迷路了，开始。会布隆风女吗？这种布隆很简单，布隆怎么样都肯定是会玩。风女的话，风女也会，但是风女玩的不是那么厉害，不是那么顶尖。我其他英雄能有个8分9分，但是风女的话，我只能有个7分。先给他压力，
先 W 打一下。他现在不是特别的敢去吃兵，E技能回拉过来，锤点了树挂上，他虚弱给我了，那我就往后拉扯一下，不着急，这波可以让他把线给推过来。OK， 吃了一个兵 ，W 再挂一下，我们慢慢控线就行了。这一波的话 ，AD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，他这个位置不能去 A 卢仙 ，A 卢仙的话会吃到对手后排小兵的伤害。站位要靠得前一点，这一波就是往前面站。好，他 W 把一个小兵给打掉了，好，非常的稳健啊，这个卢仙得认真了。学 Q， 不过他吃不到兵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他现在已经漏了2个兵了。走，应该是学的是 E， 我试一下他。果然是学的是 E， 但是被我中间拉开了，走，但是被我把他的 E 技能位移滑步给他拉断了。看一下，假装给他一个很有压力的位置，保着 AD 斯塔皮就行了。护盾抵挡一下猫咪的伤害，走，前拉，不要让 AD 吃到对面卢仙的压力哈。这个时候对面少了一个虚弱数，少了一个屏障数，我们还是好打的，不用回家。他人马的话也是从上面刷下来的，木木已经把河蟹给吃了，还行，不着急。E技能回拉重锤护盾开抵挡伤害，他往后溜的话就走，不要让他这一发双枪打到自己身上，这一发双枪打到我身上我是遭不住的。果子吃了，野区的话看一下啊，木木打人马还行，看木木有没有惩戒，木木7秒钟惩戒，那不想给人马吃，嘿嘿，不着急。他们这把格温选的也挺好的，格温有5级了，看一下英语直接给大招，好，把人马杀了，这把队友玩的非常的不错，那我们下路也要再接再厉，这个 E 技能没有拉到没关系，他喜欢打我，卢仙马上没蓝了，猫咪马上也没蓝了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好打，不着急，锤溜了，回家把铁板靴做出来，小反甲铁板靴。还是得你做重伤啊，我得出铁板靴的。你还别说，木木前面在野区打人马还真挺好打的，他这一波在野区就撼得过对面的人马，还真让他打过了。格温出的是一个魔抗鞋，格温也是高手，格温他这把选格温挺好的，打拉夫打木木都很好打，打我也挺好打的，出狂徒了。极客没什么用，因为我刚刚出了一把，我试了一下，用处不是很大。极客的聚合，关人并杀不了人。能不能来一把泰坦1.5万分的泰坦上不去分？因为这个版本啊，它不是硬辅的版本了，兄弟。为什么你上不去分？就是因为它不是硬辅的版本，所以说咱们可以去玩一些软辅，你知道吧？你别说你了，我玩其实也差不多。E技能回拉重锤 A。走，他往后滑步的话，我们就溜，不着急。那卢仙玩的还是很稳健的，重锤，猫咪给大招了，先往后撤一下，不着急。这波得走了，这波人马来了，小心一下，他们中单也要靠，假装回家，实际上没回，他把线给卡住了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这波线肯定是不好吃的。先做个眼睛，肯定是看见你的位置的。EQ 点有屏障有虚弱的话，是真的不好杀，打他技能就行了。对面卢仙刚刚不清楚我们 AD 的位置，偷了他一套，把他技能打出来了，还行。准备回波家，但是我木木这个时候也赶到了，那其实可以不用回家，继续蹲他。他要回家，还是要把兵线卡着再回家。这个人很嚣张的。重锤，小心！他中单又往下路赶了。我们这个时候打野也在附近，不着急，拉一下，拉回去，走。Q 重锤，他打野没漏，所以说这波先拉扯，先小心。这个位置不是很好上，直接给大招，把他关进去，不要让他杀到我们家的木木，不然的话这波木木可能要死。拦住这里。Q1 回拉过来，锤，他有大招，一闪拉过来，拉得非常不错，可以，这一波让霞操作了，很帅。人马的话现在应该要去反我们家野怪了，
OK， EQ 重锤把线吃了。塔皮其实可以摊一手，说实话，因为他们复活时间还没复活，复活时间有点久，吃2层塔皮。铁男是针对猫咪选的还是辅助很强？是针对猫咪选的。打到后期关猫咪很厉害。昨天 AD 这小子有点那啥啊，昨天 AD 这小子有点，我跟你说有点捞，但是今天这一把确实玩的非常的不错，今天是加工资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拿小龙，想一下啊，黄图做出来下一件的话，反甲还是什么呢？永生花吧，看一下，舔到了，一技能拉过来，重锤，他要一技能滑步过去，闪现直接过去给队友提前占位置、占视野，他跑不了，看一下拉着锤 ，Q1 回拉过来锤，我扛着好了，木木你吃，走。他们拿先锋的话，我们拿小龙又把人杀了，还能推塔，非常不错这一把的节奏。听说对面打野还是主播啊！我靠，重锤 Q1， 然后狂徒铠甲1000块，把蛤蟆吃了，走对面打野的路，让对面打野无路可走。看一下他中单肥不肥？中单看样子还是挺肥的。哟，这位置没法对他动手，先把线给吃了。蓝 buff 还有，再吃对面打野蓝 buff， 他打野刚刚在上半区漏了，所以说这波他的蓝 buff 我们是可以吃的。挡住，想用大招抢这个蓝，挡住，想打断 AD 的回城，不行，我就是我们家 ADC 最贴实的保镖。狂徒，下一件装备的话来个推推棒，永生花。永生花击克，哇，出永生花是真的不给对面活路。说实话，你这把都出永生花，对面是没有一点活路的。优势这么大，你还出永生花，你这不是赖皮吗？保护队友，中塔先给他锤掉，锤。这是谁啊？这是格温是吗 ？AQ 一技能回拉，这一波就保护队友。这一波哪怕猫咪不在人马身上，也是关人马，因为这一波人马冲进场的话，我们奈何不了他，凿不住他。关人马的话，限制了人马的一个输出能力和他的一个收割手段。这种大招你就不用去想了，不用去想关谁，直接就把人马关进去，不然的话这一波你2个队友全要凿，对面 AD 还要来锤，眼睛吃掉，小心啊，木木，我跟你说，你打格温，这格温现在这个叫什么呀？峡谷之道做出来了，就是爸爸打儿子，因为格温是专捡你这种呆瓜肉坨坨的。现在猫咪去跟人马了。但其实跟人马是会限制住猫咪的。我现在有推推棒，跟人马会限制人马的，会让人马玩的没有那么舒服。看一下，霞有一点不好，就是他去起节奏的一个能力，他想去单杀别人是不是很好的？就是他没有位移是不好杀。做眼睛卡这个位置，把兵线稍微小拉一下，不着急。他做了个针眼，这波下路对面人会有点多，走了。快走快走，兵女往我们这边靠一下啊！没有，他要去推中，得往中路小看一下。4个人打3个人，我以为他这波要来搞我们呢。Q 一下，再往前面追击，推推棒 E， 拉开，点燃，挂上。你很嚣张，小猴子，重锤，再见。他红区应该是没了，刚刚是刷完红然后往中路赶的，再去起下路的节奏。嘟嘟嘟嘟嘟嘟，不着急啊，我们现在就保着 AD。吃钱就行了，保着 AD 吃钱起节奏。你大招不能交，大招只能留给猫咪上身的那个人马。如果说随便交一个大招的话，被人马收割起来，我们这把游戏都没有那么好赢。好，这波先往这里靠一下，不着急，他去起我们家拉夫的节奏，支援一下。队友可以去推中，那我们就来推中，但是线不够，他也复活了，推上2，下路1，下路高地肯定是要给，把对面红 buff 给吃了。他一技能过来，怎么说能冰冻住吗？往前面追击一下，一技能拉，等他圈消失的时候再拉，再走。好，护盾开一下，抵挡防御塔伤害。我有狂徒铠甲是可以快速把血量回复上来的，但是这一波队友要回家的话，我们也直接回家。
我方下等马换敌方的上等马，我这把可不是下等马。那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同学，橙子这一把在田忌赛马中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是什么马？呀，得去救他，还不走人马，重锤，再往前面追一下。这波其实早点关卢锡安就好了，早点关卢锡安，卢锡安要死。葛温也在，小心，还有一个 ER。关格温，不能让格温捡起来，但是格温要捡我，格温捡我是很痛的。往上面走一下，一技能回拉一下，再往下面走，把他拉过来，然后我这波队友的话就能把对面猴子跟 AD 给杀掉。中等马，错，我是田忌，我不是马，我是赛马的那个人。做好眼睛，锤 Q 溜。锤走了，永生花做出来了。你像这种大招开出来保护队友，因为他只有格温具备一个收割能力。猴子跟卢锡安现在伤害都不够，猴子出的是肉，然后卢锡安的话，因为前面被我们压制的比较惨，所以说他没有那么高的伤害。他们这一波想赢的话，就只能说来跟我们板一波大龙，想去拆下路的塔，因为我们现在死了2个人嘛。他们如果说想赢的话，就只能说所有人集结，然后来打一条大龙。可以把自己的节奏缓一缓。哇，感谢纯子哥哥送出来的为我闪耀和大大跑车，谢谢纯子哥，好久不见啊，纯子啊！我们先把大龙打了。纯子包南通的，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猴子，先往上面走，侧面拉过来，交闪现，很有细节。他在我们家野区防我们家的野怪。不好追 ，Q 闪哦，有操作，木木，小心哈，点2下。现在霞的这个伤害点着卢锡安，他有点受不了了。对面人马出了个水银，是为了等下防我的。我们现在一波肯定是一波不掉，就得等2路线把线给他推进过来，就看有没有机会杀人吧。一技能回拉没有拉中没关系，就保护自己家的霞就行了。Q 重锤。点，好，不着急，水银不要着急开。这波人马这个大招开的不错哈，打了我们一波掉点，因为我们队友有点小嚣张，这个位置其实不是很好，知道吧？还闪过来一个 E 技能，但是他 E 技能滑步拉开了，还行，打了个1换1。等兵女把下路线带过去，我们准备推下路的高地。Q 1重锤拉过来，锤大招给人马，他水银开的有点慢。这波大招开完之后，他们游戏就结束了，因为只有一个人马能稍微打点输出。他这个位置给我机会了，想水银解的话也来不及。然后人马马上又有大招，小心啊！60秒钟，没有人马的话，他们伤害就不够，因为人马的经济是很高的。稍微卡了一下，小心啊！这波人马有大了，点燃挂一下。一技能回拉重锤，好，闪现先拉开护盾，抵挡伤害，游戏结束了。0杠17，这一把一个人头没有拿掉啊！一技能回拉，好，锤塔就行了。那么兄弟们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。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。给大家发一首福袋啊，给所有咱们直播间同学跟橙子直播间同学共同准备一首福袋，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。哎。我刚好是0杠17侠哦，0杠18，我们这把下路带飞，就是用铁男，他就是会比较好打这种猫咪。虽然说他选了一个卢锡安，前面没有被我们起到什么节奏，但是我这个英雄，不单单是你对线稳得住就能应付得了的，哪怕打到中期后期，你像打团战的一个画面，你猫咪他肯定是跟最强的那个人的，于是我就直接把对方的上等马关入我们的怀中。完成击杀，然后我的队友就随便打。你可以发现一个画面啊，兄弟们，就是每次我只要一开大招，我们队友外面是随便杀人的，但是我不开大招之前，我们打的犹犹豫豫、磨磨唧唧的，因为我在等，我一直在等一个很好的时机，把对面一个上等马给关进去，因为他水银一直没交的，我有注意到这一点。我要等到一个他注意不到我要开大招关他的一个时机啊，把他关进去，那这种时候外面的架就随便赢了。感谢事实，感谢
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谢谢大家对橙子的支持，开始了哈。橙子答应我亚索辅助好吗？这肯定是不能答应你的。亚索的话，你首先第一点啊，他又不能玩辅助，你其次呢，我玩亚索玩的又很菜，肯定不能玩亚索哈。龙龟先给他办掉。皮肤抽完了吗？皮肤还没抽完，没抽完呢。最奇葩的辅助是啥？你要说最奇葩、最有节目效果的话，那当属我的蛮王、盲僧2位绝活辅助不二之选，最有节目效果了。这2个可以来把布隆看看强不强势，不强势，真不强势，兄弟们，不要去玩这种英雄，他不适合上分，你就听我的，去玩顿留卡玛就行了，你不需要操作，你走位都不需要，你就站在 AD 身后，你还不会死，你不死，首先第一点啊，就可以保证你的 KD， 保证你可以拿评分，让你拿评分的概率会提高。其次呢，因为你本来就不需要站到前面去练人或者怎么样，你就只需要给队友盾就行了，又简单，对不对？不需要操作的。你不管你盾给到谁，你就给就行了。他们这把是一个卡莎啊，我们选卢坚，又是人马卡莎猫咪。想一下玩什么？玩塞纳还行啊。怎么说？还想看铁男吗，兄弟们？铁男跟塞纳选一个呗，各位。但是玩塞纳容易爆炸。在黑雾里，没有谁。那这说实话有点爆炸了，因为对面选了一个佐伊，佐伊这英雄是好打我们塞纳的，这把保不齐可能要输了，对面阵容有点好，我下路对线肯定是优势的，然后但是打到中后期，一定没有什么输出的画面，因为有佐伊这英雄太克制塞纳了。那这把最好的选择就是选那个铁男，选铁男是最好的。选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好，选铁男的话还可以稍微小counter一下对面的佐伊。这把想赢啊，我们得相信一下自己的队友，得相信我们队友能做到。因为只靠我们2个人是不够的，我们2个人只能说把自己的力量啊给它全部发挥出来，但是哪怕是全发挥出来都不够，因为这一把有限制，能限制我们的英雄，所以说会有一些限制我们的手段在的话就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们下路肯定是优势的，有概率是能把对面给打爆，反正最次就是压的这个卡莎他很难吃兵。那为啥非得选塞纳？因为塞纳真的对线太舒服了，打这2个对线很舒服，对线一定能把对面狗头给他锤爆，但是不一定能完成线杀。但是他带疾跑术的话就比较好拿线杀，没有屏障嘛，然后也没有治疗，只能靠猫咪的那点回复。这把破盾不用做，破盾，我在想啊，他卡莎是有盾的。猫咪也有盾，但只这2个英雄值得我去做破盾吗？我还是不做了，做收集者嚣张一点，因为这把不能跟他们拖到后期，拖后期的话我们不好打，只能是前期节奏一直稳住，然后而且还不能被对面找到任何一波机会，我们才会比较好赢。这一把对面的英雄太限制我了，卢锡安的话也会有一点。天使这种东西。这把人马猫咪爆杀，那不一定。人马我不怕，我怕的是他中单佐伊，看这佐伊厉不厉害。不着急，先打他一套 ，Q 他往后溜。那还用说吗？我当然是最准的枪手。从1级开始就很难实现了，灵魂先吃掉。我喜欢。哎，打了一个 Q。要持续的拉扯他，你 A 他的点要在卢锡安能 A 到他的时候才行，卢锡安 A 不到他，你就也不要去 A 他。Q A 走，他想吃这个兵，但是我 Q 空了 ，A 是 A 到了，普通攻击是不会空，他现在已经漏了2个刀了，可以。
吃了一个小兵的经验，兵线权还是被我们牢牢掌握住的。现在2个2级随便打 ，A 走，打了一个 AQ， 还是挺赚的他。我这波换血不赚，因为卢仙没有办法补到输出。Q， 这个时候再 A 他可以。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，这波要回家的话可能会亏几个兵，在想要不要亏这些兵。站这个位置。那就不回了，我还有个治疗术，再学 Q 不学 E， 点 Q 一下他，再往后拉扯，把这些血量给稍微回一回。AD 是想动手是吗 ？A 一下再走，不着急。Q 一下再走 ，A 他，点塔，我们打野在附近啊。W 治疗术提前交，他想 run 我。先杀卡莎，猫咪的话我不能动手了，他人马马上来了，先往后面退，这波不能跟队友去越塔。果子先吃了，但是人马一直没露面，人马可能下去了，这里眼睛可以吃，那人马不在，闪苗开，回家了。那说实话，这一波正常来说是跟队友在一块打这个猫咪应该是可以的，有我的输出队友应该是能杀。那这一波属于说我判断失误了，应该去跟队友打的，因为你像我们打野去把对面人马的石头怪给反了，那说明对面人马是从下面往上面刷的。然后我想的是人马一定会在这附近，但是没想到人马转头跑去下路去了，这人马也是高手啊。来了，点一下，这眼睛可以吃。再一下，可以2层眼睛了，非常舒服。人马下一波就会来上路了，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有优势，他左一这波也在，小心，不用着急。这个兵线只要是被我们卡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吃到人马的压力。没有扫描，挡住这个兵，小心他可能会用 W 过来补兵。好，隔墙给了一个 Q， 左一。卡莎现在只能去中路去了，那我们就把线给清过去。灵魂吃了，他只要走的话就可以这样，再给个大招，大招给慢了，不然有个助攻，可惜可惜。看一下他应该还能把这个猫咪给杀掉，那我就有助攻。这把中野发挥的非常不错，这就是我说的，我要相信我的队友。所以说这一把选塞纳，选塞纳的话更好去压制住这个卡莎，会比铁男更容易去压他，更简单去压他，不会有那么难的操作。就只需要点他就行了，他是没有办法应付得了的。走，点塔就行。W 定住，看一下卢仙这边，再点一下，再走，没后续了。他只能让左一换线换到这里来，哪里？治疗术直接开，开个黑雾，耶，走了，极限拉扯一波，没后续了。看一下我们家佛一哥应该是能杀 W 过去 ，Q 有闪现，捡了个闪现，左一很细节的操作啊，可惜可惜。技能好的竟然这么快，那我们先站中路去了。上塔的话，这个死塔我们就不推了，让兵女去推，来中路。很秀啊，这左一，塔下金币捡一捡，小兵给他吃一吃，灵魂我也吃一吃。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会怕左一这个英雄，太灵活了，而且他打你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，他可以直接大刀跳过来打你一套飞星，这你是顶不住的。上去逮我们家的队友去了，这一波就稍微往前面走一点 ，W 定住就死。好，他们要过来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去救兵女啊，兵女这个位置一定是必死无疑的。好，开个黑雾，准备往后溜，给他一个黑雾加速走。这把游戏还不一定赢。Q 回一口，伤害真的很高。点，不着急，这个位置看一下人马要不要冲，不冲。先 W 技能给一下，点他 ，OK， 掩护他撤退。我们打野是高手。收集者的钱的话，现在1900块，我再吃一波钱还是不够。好，这一波还是要吃，因为看到眼睛了，赶紧把自己的眼睛给叠满。定住，没定住，开黑雾。我们这波队友也来了，治疗术直接开，直接给个大招，我可能要死。哇，伤害好高啊，这人马。看一下
冰女这个位置应该能杀，还行。他这一波的话 ，AD 没有办法跟到输出，打了一波2防2，还可以接受，真的好高啊！这个人马这伤害啊，触发相位猛冲，点2下竟然这么痛，电刀我还是要做的，先出一把长剑。但是6分钟的话，先把自己的狂风之力做出来，有个位移。我当然是最准的枪手。佛爷哥来了，佛爷哥这个位置怎么说？没有大招，E过来。看一下队友哈，这波他们还是要接的。A，W 预判 ，A，Q，A， 再给个大招，穿杀猫咪，一枪点死，再点人马，小心往后面拉扯一下，一枪，可惜棋差一招，没有把他秒掉。但是被我们队友后续的伤害把他给击杀掉了，还行。这一波4v5完成一波团战的胜利。那现在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对面就已经没有翻盘点了，因为左一这2波死的其实挺伤的。他很想去把自己的劣势给他挽回来。Q 一下，我现在的眼睛已经叠满了，我就不湿了。他打我伤害高是因为他也是纯输出，然后我也是纯输出，所以说他打我伤害会高。那所以你像这种塞纳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玩，因为容错太低了，你稍微被踢到一脚或者怎么样，一碰就碎，一碰就死。就更别提左一了。但是左一现在发育的不是很好，所以说我没有那么怕他。如果说是一个发育好的左一，他一个飞星过来是可以直接把我秒杀掉的。开个黑沃，走。但什么英雄克制左一？有杰拉克制左一，杰拉的话可以当左一的那个炮 ，Q 一下。他没有想要对我动手，那这波上路可以小看一下，冰女冻住了，直接把他秒杀掉了。嘿嘿。没有我什么事了，把中路线给他运过去。这个时候队友在洗节奏，你不能不做事情，你得稍微想办法，对不对？让对面感到一些压力，把兵线给他推过去。好，不着急，眼睛做上。反正他卡莎这把肯定是爆炸的，因为我选塞纳的话，我打这种弱势 AD 就真的很好打。卡莎现在4500块，我都有6900块了。锤，把中路的塔、中路高地给他推掉。这种塞纳玩法，寒冰不可以吗？寒冰还好吧，不是很适合。看一下，开黑雾过来 ，A 一下，往后面走 ，A 拉过来，灵魂吃掉 ，Q 回一口，再吃一个灵魂，走了。他要过来飞星炮，他会比较喜欢炮我，啊小心 ，W 接 ，R 接给盾，治疗术开一下 ，A Q。A 杀了，我的伤害也很高，但其实刚刚可以闪现把这左一给杀掉的。W 闪现过来，直接定住小兵的同时，把对面的 AD 也给他定住，直接杀。这是塞纳唯一有操作的一点了，就是 W 闪现，得按的快一点才行。唯一一个稍微能有点帅气、有点秀的操作，灵魂吃了。然后我现在钱的话看一下啊，我电刀的钱应该是够了，2400块钱，直接回家。杰拉挡左一的 RE， 是啊，杰拉的种子可以挡左一的那种飞星炮，而且左一这个英雄他是不能被对手发现自己的一个站位、自己的一个身位的，但是杰拉这个英雄就可以通过疯狂的放自己的花、放自己的种子来看到对手左一的一个动向，看到他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说杰拉会克制左一，会好打。天使这种东西，我还不太等有机会对手选左一的时候啊，到时候我给大家玩一把杰拉，给大家看一下节目效果。黑我，这段位还有卡莎出现，卡莎还行吧，中规中矩，这英雄不是特别弱，但是没有像卢锡安这些英雄这么强势。做好眼睛。边境一带生死无常，我也是。你像现在这种左一，他位置就是一直被我们发现的，他在下半区，所以说我们就不会吃到他飞星的炮。左一在劣势局其实没有那么厉害，优势局很强，这波就准备推他上路。好，走了，不着急哈，灵魂先捡一下，左一又过来炮了 ，Q 回一口血 ，W 技能 A 接，人马没冲，人马要冲的话就给大，这波其实，治疗术给他奶一口，奶到了，他没有死，极限，开黑沃。人马要冲的话，我再给大；人马不冲的话，我就不给大。走。人马乙老师改了，推上路。
走喽，推完上路推下路，但是这个位置看到我们家的这个什么啊 ，A 开黑雾，锤 Q 继续，小鬼。点一手走，差点把左一杀了。我们这时候直接去动小龙，因为打野死了的话，我们其实不跟他打会比较好，不要给对面继续去起节奏。这一把优势非常大，这就是我说的，你这把就不能让对面是优势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必须得是优势很大才行，因为打到中后期不是很好打左一这个英雄，他们还要过来。这龙的话就算了，走，泡到没关系。卢锡安这个位置其实没在附近，开黑雾，不着急，把龙拉出来就行了。点一枪 ，W， 过来就是一枪，这伤害挺高的。人马在下半区，那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走了，我们直接去帮队友打大龙。我当然是最主灵魂吃掉，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有点不怎么想玩了，也确实没有办法进一步跟我们应战了。打到现在我们优势真的非常的大，开黑雾，58层灵魂范围还这么远，因为是电刀啊，我还不太适应。电刀比较适合塞纳，在你灵魂再一枪再见，就是秒掉，伤害太爆炸了。这个位置看一下，给一个大招 ，W 闪现过来一枪，看一下，一枪，再一枪再见，2枪3枪就把他杀了，因为我伤害真的很高。开黑雾 ，W A 一枪，枪枪爆头，好运连连。我是狙击手橙子，正片开始。像这种塞纳，说实话是那种纯肉塞纳没有过的爽感。但是这种塞纳它容错会比较低，在劣势局的时候它会没什么用，但其实纯肉的塞纳在劣势局也没什么用，都一样的。所以说我选择一种极致的输出流的打法，就要不然我把你打爆，我要把你打不爆的话，我就直接自爆，我自己就游戏就结束了，我就没有用了，我必须得把你打爆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把也确实是做到了，让对面的卡莎没有什么发挥，非常的不错。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大的优势才能支撑玩得好的一个英雄。就是如果说劣势啊，一旦劣势了，这个英雄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因为他这个英雄对线很强，所以说他从前期就开始自然是优势，天然优。
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天赋是那个，是我那个天赋，是我之前的那个天赋，给大家推荐的天赋。这把是很高清的对局哈，是 QQ 流不是，是盾盾流，盾盾流比较稳定。QQ 流打到后期没有盾盾流厉害，而且我这一套的话，我盾盾流前面也可以玩得非常厉害。那就软辅搏软辅嘛，软辅搏软辅我是真不怕，对不对？软辅打软辅是真的，我不虚别人的，我的软辅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。直接交闪现了，护盾。再一他，再一下，他想追着我们家卢锡安点，但这一波跟他换血就行了。哎，护盾再上去，再一他一下，治疗术有就直接开，又是2个技能，那我们得稍微拉扯一下。走，不给他叠致命节奏。哎，护盾上去 ，A 维恩很痛，再一他。那么现在优势在我，换了一波血之后，我们现在好打很多。因为维恩这英雄前面本来就不厉害，他强行带点人家治疗术的话，真的是可以接受。A 一下再走，点他，选这个还是可以压制住他，再点。后面打野红开的，护盾，他知道我有盾。哎，嘿嘿，在博弈 ，Q 就直接交，然后我们这波可以回波家了。正常来说，这种对局的话，其实玩的是挺舒服的。我吃3个果子，我可以打得嚣张一点。护盾上去，给不给 ？A 到就舒服 ，A 到就是赚。再 Q， 他利用技能躲了，还是有优势的，因为他们刚刚吃了果子上来打一套，不着急。我这把软辅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着急，去压他，因为我后期还是厉害，还是比他厉害。打断回神，卡尔玛打什么不好打，打那种顶尖高手的派克不好打，顶尖高手的派克玩得很厉害的话，没有那么好打。想一下哈，学什么呢？学2级盾吧，学 W 没用。他们前面漏了挺多兵的 ，A 一下，打他一套，护盾直接开 A Q， 不着急 W 治疗术直接给点，人马给一个盾，加速，但是没后续了，得走了。他想点死我，但是我们这波人马也在，他打野也在。这一把就跟上一把不一样了啊！我们的队友也会支援我们的，也会来帮我们抓的。他虽然说也有队友保，但是我们队友也来，就随便打。还是想玩得很嚣张，但我这把卡尔玛就跟上把不一样了。他觉得我玩卡尔玛他可以还手，但一样还不了手，因为卡尔玛这个英雄比塞纳更变态。我前期强，我中后期一样强。塞纳这英雄是只能压人的，然后卡尔玛是可以，卡尔玛是可以打防守，可以打进攻的，不要往前冲。这个位置先做眼睛。看一下他那个潘森在不在，优势还是在我，他现在没技能就不好打我们了，小心潘森来。哎，想吃就得来锤。Q， 可以提前把自己的那个被动给他续一续，不着急的这波，他潘森应该在我们这附近。我有闪现的话，我其实没那么怕。我们人马要来了，点，嘿嘿，到我们打野来折磨你喽！加速过去，先点再说，吃他防御塔皮，小心，他中单可能也来了，不着急，就站这里就行了，你不用着急放技能的。你以为我选卡尔玛就不能压制了吗？治疗术直接开，加速，再给个大招。练一下，不练了，留强化护盾就行了。哎，不着急，想一下哈，加速走，练住，没后续了。不止你有队友了，这把我也有队友帮我了。把线吃了，再吃一层塔皮，回家。CD 鞋做出来，其实打到现在游戏就已经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前面卡尔玛有优势，
他哪怕是软辅加维恩后期，他也不是我们对手的，也不行。高端局支援是快，是啊，而且都非常的懂事啊，都知道这把围绕着哪条路能赢。但不是说上单不好，上单这个位置它不具备这种 C 的属性，因为我们这把都是软辅保 AD， 你总不可能说后期让软辅去保上单来 C， 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加速过来，我这个盾非常的厚。他有闪现，再来一个大招，再来一个 Q， 再一个 E， 他还不了手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太 BT 了。不着急，他们可能又是来人了，小心。因为真的是压力给的十分大，他肯定得叫队友一直来帮，不帮的话他太难玩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再给一个护盾 ，W 练一下，哎，再往后拉扯一下 Q， 这个时候还有护盾给伤就行了，我还有治疗术，不着急，站在后面给个治疗术就行了。Q1 再给护盾 A 练，烧不死，强行上来打一波 ，Q 闪过来 A 一下，可惜有点差，有点奇差一招，伤害不够。有，往上面走，拉断，再溜，还行，这一波很赚。回家，这一波我们只死了一个，打了一个1换1，对面中野来帮的话无所谓。以太精魄，该说不说，他还是不接受自己被强干的，但是还行啊，这波。加速给到人马练他 ，OK， 再见，走，再吃上路的兵线，再加速。像这一波卢锡安处理的就非常不错，因为他往回走，他那个位置一定是必死的。打到现在的话，你再打2v2，他们就真的是不好打了。虽然说我香炉没做出来，但是这就够了，这种装备就已经够了。这种阵容卡尔玛带什么天赋？我带的是3红，但我建议大家可以带3绿，因为3绿后期会比3红厉害一点，3红后期没有那么强。香炉做出来就够了，现在装备已经成型了，神装了。有。挡住，走了，还是想起我们的节奏哈。这把给他们发育都无所谓，我们这把发育到后期不虚他们的，因为我是卡尔玛，哈哈。想一下哈，出什么装备呢？来个面纱吧，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 AD， 加速。这波怎么动手？直接强化加速过来。往上面走，往侧面走，他这个位置溜不了，再加速过来。哎 ，Q 强行想杀卢锡安，但是你看我这护盾嘛，对不对？再见，再给盾。韦恩现在又不跟我们对线了，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。他跟我们对线的话，现在很难打的。做眼睛，不着急，看一下，强化护盾，练，不给他叠致命节奏 ，Q。再给盾，再往前面追，这波其实不用那么怕，加速过来，练 A Q R A E 追击点，怎么说没后续了，加速一直给 AD 就行了。像这种时候，他辅助没有带闪现的弊端就体现出来了，就是会容易死嘛，你打到后期被人马这种地方踢到就容易死。然后，但是其实也有优势，优势就是他前面对线过得会稍微舒服一点。他如果说不带这种点燃治疗术的话，前面对线会容易爆，因为我们这2个英雄前面会比他们这个英雄稍微更强势一些。所以说他要带点燃治疗术，就是要对线过得很舒服。因为韦恩这英雄本身就是对线会稍微弱一些的。Q1 加速走就行了。我还有点忘记要一直给 AD 挂加速了，挂香炉加速就行了。然后这波 AD 吃完核效回家，我也回家。给中单打多少分？我肯定不是考官啊，我不能去评价别人，对不对？咱们这种是不好的，出个冰心吧，减少自己的技能急速，然后可以让我的盾 CD 好的更快。
现在的话，哪怕不给卢锡安盾啊，我们去给其他队友盾也行，因为我们自己的中上野都是我们值得信任队友，就一直给盾，他会玩得非常舒服。卢锡安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上去小保一手我们家的拉夫，对不对？来了，贴贴，嘿嘿，给他加速，然后等卢锡安上线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跟他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去上路吃钱。吃了一波钱还是挺舒服的，吃完一波钱可以再来中路，你直接在中路硬站着没什么钱可以吃，打到中后期也是要注意自己吃钱的一个能力的。现在卢锡安在的话，盾就一直给他，这种盾非常厉害，要的不是他盾的量，要的是他盾的加的移动速度，再加速。Q 一下，很想冲，加速给卢锡安，我们拉夫冲了，小心，但他这个位置能走，再给一个加速，不着急。就一直给嘛，你看这种盾，我跟你说，谁能着得住嘛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卢锡安他本身就有位移，再有这个盾的加速更厉害。那现在你没什么蓝了，你要注意你的技能释放啊，你不能放那种，不能放 Q 了，你只能一直放盾，一直放 E 就行了。好，再做个眼睛，小心，这位置小心对面韦恩可能要过来偷一下 ，Q1这种时候要给盾，不着急的啊，可以拉扯，懂我意思吗？点射就拉扯，2个人拉扯3个人，再加速，再 Q， 但是不着急上。好，直接一个 E 技能推断，人马这个位置的话，跟潘森拼龙拼成没有特别好啊。跟潘森拼成的话，其实很难拼，因为潘森的 Q 成场线会比他高，再加速。你可以看，哪怕2个人、3个人，我们都可以随便走到他脸上，因为我们的拉扯能力很强。我是卡尔玛哎，兄弟，再加速，走就行了。这把就跟上把不一样，这把你就悠哉慢慢玩就行了，因为你打到后期，你比对面还要强，对不对？你怕什么呢？停，就不虚。韦恩加米利欧，我这两个组合后期比他更厉害，所以说悠哉的，上把可能会玩的有点稍微小着急，有点急，啊小心，这个位置韦恩可能想要偷，加速给上，这波去看对面的龙王，龙要被我们逮到了，面杀治疗术直接开，这种起节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快速的，找一下有没有推断，加速给人马。加速 Q 走，这个野怪的话让他们自己吃就行了，不要把冰心做出来。人马，我给不上你盾了，护盾，再开一个大招，看一下还能不能再给一个盾，对，这种加速度的话非常的不错。那这波不用回家了，虽然说钱多，但是我现在有蓝 buff， 不用回，给加速就行了，一直给加速，伤害非常爆炸。再给加速 ，Q 面杀给上，帮他抵挡一下潘森的一点小伤害。OK， 上单也是非常给力啊，把对面2个人给狂砍死了，可以成功拿下了这把强强联合。像这种打到后期就随便玩了。顺风也不是因为我是顺风，这把顺风确实有，但是你对线的时候，对面中野也是一直来帮的，也有一直来帮。顺风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对线是优势，所以说会有顺风啊。处理的都不错。那么兄弟们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，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。辅助差距也不能说辅助差距，米利欧这英雄没办法，米利欧这个英雄的话，他是只能给 AD 一直挂这个链子，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操作，就注意一下自己的意识就行了。人家玩的还真不赖，哪有什么辅助操作这么辅助差距这么一说？对面也是高手，我们确实也有优势，但是而且还选出了很变态的英雄。我说了，我卡尔玛盾流基本上没输过，就打100把只输2把的这种，而且我这把是根本就不着急的。中单打多少分，我不是评委，我没有办法去给别人做评分，然后让喵喵电竞自己评分就行了。但是玩的确实挺不错的，让我给中单打分，中单是妹妹是吧？那妹妹要稍微给她加点分了，我给她评个7.5分吧，怎么样？因为这一把说实话，她每一波支援都非常的到位，确实玩的不赖。
但是同样啊，也因为我们优势太大了，没有办法进一步的给他再做一些加分的处理，因为我们优势太大了，他就可能导致中单他没有办法再有什么过多的发挥。中单辛德拉这个英雄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先把龙龟办了。盾流怎么出双？盾流是出香炉，然后不对，救赎香炉，救赎香炉或者救赎合音都行。先跟队友换一下位置，是不是又是维恩啊？又是维恩，我这把还要选卡尔玛，我不选塞纳打维恩了。好，又是他俩，嘿嘿，我还要选卡尔玛打。想一下啊，他喜欢带2个技能，那这把我就继续玩卡尔玛了。他亮了一手维恩，又是他俩。今天你哥必须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才行哈。这把就是继续卡尔玛就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卡尔玛在高手对局中的一个强势，对面又是那2个高手啊，好像也是咱们平台的主播，很厉害。好的，谢谢。又撞了，就喜欢打这种高手对局，博弈爽。但是他们这一把的阵容，怎么说呢？冲阵体系，他们这把阵容前期会更厉害一点，我们这个阵容要拖到后期，因为螳螂是一个后期英雄，前面节奏能力肯定不是魏那么厉害的。带这样一套就行了。然后超燃我在想还要不要带，他喜欢打对线，那我不带超燃了；喜欢打对线，那我就带残暴了；喜欢点燃治疗术，那我就不带超燃了。我后期可能会弱一点，但我前期很厉害，闪现我肯定还是要带的。闪现比较关键，然后带了一个残暴，前面点人的话会痛一些，不用那么怕。他喜欢打 all in 的话，我们就带残暴治疗。感谢陈平安的关注啊，谢谢 ZZZ 的关注啊，又是撞车局，今天晚上非常质量啊，又撞这2个高手了。冲阵我建议玩风女，风女没有卡尔玛那么强。我们家 AD 是不是 KK？ 是的。其实米利欧跟霞的话会比米利欧跟维恩更厉害一点。米利欧跟霞的话，霞的点射能力会比较强，维恩的话没有霞那么就是站着撸的能力那么强，上古钱币还是。然后霞这个英雄其实给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，给队友的压力会小很多。霞这个英雄是对线可能会厉害点，比维恩厉害点，还是学盾。不要害怕改变，在战争中继续点他就行了。残暴点人非常痛，这个时候点完一套再走就行了，不着急。等着有盾的时候再上去跟他换血，先点兵，护盾上去 A 一下，不着急，再 A 一下。我带残暴，伤害非常的高，点。挑战你所知的一切。他现在已经换不过我们的血了，这就是卡尔玛的强势之处。我这把还带了一个残暴，他导致他点燃治疗术他都没有办法来跟我们凹了，因为残暴太厉害了。我这个残暴前面点了38点伤害，我所有的天赋都有伤害，除了那个灵性猎手，他们现在又很难吃线，一技能过去，给不给我 A 一下？不给 A， 稍微攒一下自己的被动也行。等下到2级的话，我们要留一下技能，不着急。我们必须群策群力。吃兵就是过来 A 一下走 ，A 人非常的痛。A， 破他骸骨，再给盾，再往前面 A 一下，再 Q， 打他一套，伤害很高，再点一下。我们这把队友优势，可以。战胜自己 A， 战胜一切。学2级盾，护盾上去再 A， 再 Q，
因为我这个伤害打得太高了，所以说他辅助没有办法过来强行治疗术直接开，强行怎么样去换血？你看这种换血，直接快速拉开，我强化盾是捏手里的 ，Q 闪，好，卢锡安也有闪现 ，A 他走了，哟，我闪现没有交，一个 Q1把我打死了，我说实话，没有想到他们把我打死，可惜可惜。顶着这样的 ID 就是容易被干啊，也不能玩的特别嚣张，这把就是稍微有点小劣势了。被他拿了个人头，我们整体经济的话还好，没有差特别多。他少吃这几个兵的话，拿个人头也可以接受，无所谓。我的，这波辅助差距，这波我没有对面辅助玩的好，我这波失误了，就是玩的太装了。吃一下 ，AD 这波应该是准备要回家了，那我们就走就行了。原地 B， 没有想到伤害如此之高，速度之靴。装备页面怎么调的？设置里面调的。他打野的话现在不在我们这边，然后在蹲。Q 一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上，练住，走 Q1 加速，我们这波队友来了，往前面走，给个大招，拉回来，拉米利欧，再往后面走，螳螂1 Q 个狗扑10，小心哈，加速，往前面补一个 Q， 够了，治疗术直接开，往后面溜，看一下乌鸦闪现要炸，闪现溜，拉住，小心，这波不能着急，护盾给他救一下他，还有后续吗？再 Q 一下还行，他又拉，但是不能往前面走了。一个E技能恶狗扑10跳还行，打了一个2换2，这波我们得往后面走了。这个线不能回了，他位在蹲的，这波不能往前冲，他位在后面蹲，不着急，这波位在草里面蹲的，小心。他这波还要干我们的，不要上。我反正是不会冲，有闪现，这位在我们家野区，想干嘛？想做妹啊？去找他，加速过来。你很嚣张是吗？练住 Q 再见。但是人头其实不应该 K 的。这波下一波线赶紧推完之后我就准备回家了。吃完再见 ，CD 协作出来了，回波家。他选霞的话，对线确实会舒服一点，然后但是后期起节奏能力没有维恩那么强，他腿会比较短，有优势，有强的点，同时也有不好的点，回去给 AD 加速，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放个 Q， 等下来个强化加速，你基本上你出完这个 CD 鞋之后就不会怎么缺蓝了，还在蹲。没有蹲，在草吗？也没有。5分钟4479块钱，他的饮血剑要做出来吗？做出来了。他有饮血剑，这波打不了。饮血剑太权威了。我 AD 现在是4500块，他出了个重伤，所以说没有饮血剑。我们这波就稳一点就行了。该扛压的时候扛压，对不对？A 一下走，他开 W 的话就往后溜就行了，加速给 AD。这个时候就得站后面给 AD 加速 ，W 练一下走，加速，不着急。Q， 再给护盾，不错，排视野。得等我们家自己的 AD 饮血剑做出来之后，我们才能跟他对偏。护盾打他一套，走。这个盾其实不用开的，把线吃了就行了。然后我们中单卡牌大师可以疯狂吃塔皮。他们要去看小龙了，加速先走，位应该在附近。就是强行要跟我们打架，有饮血剑就是嚣张，就是不打，嘿嘿。护盾练治疗术开，这波得溜了，要去冲我们家的 ADC， 不着急 ，Q1 给加速，让他前面稍微嚣张一点。我说了，我们后期会厉害一点，不着急。这个小龙的话给了，无所谓的，他们这波可能还要来约我们，得往后面走一点，护盾加速，往后面走。回家了，
保着卢仙发育，这把就是我们的逆风局，久违的逆风局他来了。这一波说实话，我们队友吃钱吃的还行，吃的会挺舒服的，给加速往前面追，练一下，练出对面的位了。Q1 加速往前面走，顶他前面往上面走，但是被拉住了。强化大招一个E技能，他这波也被对面的那个打野过去逮到了，看我们打野能不能吃到。Q1 加速能操作 ，W 练一下，他一个 Q 闪把我杀了。哇，有点可惜，这一波丢了，把先锋拿下，但是我们双人路有点着，E技能点是点死了还行，那上中野全部都在。嘿嘿，先赶紧把香炉做出来，逆风了，逆风了。这把要守家了，守家也不是，也不用守家。过去支援一下我们家的 ADC， 走走走。想一下啊，出一个面纱会比较好，得让卢仙有很好的发育才行。给加速，看一下能把中塔拆了吗 ？Q1 给他俩加速加攻速。看经济，其实我们现在经济差的不是特别多。经济只差个400块可以接受，他乌鸦跟魏的话前面确实会强势一点，那你没什么办法。而且刚刚那一波是侠有饮血剑，所以说这一波他们处理的非常的好，就是要跟我们打架，就是要干，并且上单也来了，可以不错哈。把上路线给他吃了，他们要过来，没事，我们先吃钱，这波得往后走，不着急。站塔下加速，给大招，给治疗术，加速只能给自己了。这波他闪现强行流，那没办法了，我们是少技能的。节奏起得非常的不错啊，又把卢仙给杀掉了。我最后一个护盾给错人了，给到我们家自己的，给到我自己身上了。看一下能把他杀了吗？一个强化 Q 杀不了了，应该是，不着急。这个塔的话就只能给了。我们现在3个人全部阵亡，先把线给吃了。劣势局才好玩，吃钱，不着急，我们节奏有点乱，再保着 AD 去吃上路的钱。现在经济差了4000块，现在差的就会有点小多，钱吃了。蓝 buff 也要吃，看到对面的打野了。但是不能上，还是得保着卢仙继续吃经济的才行。加速就一直给。看一下经济啊，他现在8000，对面 AD 领先他有个2000块，得赶紧把这些钱给他补回来。他要回波加出强桶电冲，因为现在对面霞的手有点长，他需要出一个这个强桶电冲啊，加一下自己的攻击距离。这把确实我们中期有一些节奏处理的不是很好，锤到了，小心，不着急。加速先给卢仙，强化加速，把中路线给他挤了。做眼睛，他们是不是要来守中路？加速给上，不着急，我们这一波人是多的。加速 Q， 卢仙要去下路起节奏，那这波得直接去跟他了。我们得去杀对面的剑魔。现在说实话啊，现在对面的那个乌鸦太强势了，太厉害了，练住，去起剑魔的节奏，加速护盾，再给个大招，再见，继续吃钱。龙的话只能给了，这是我说的，我们可能前中期会难打一点，我们后期会厉害一点，因为你像对面剑魔啊，包括乌鸦这种冲阵冲进来，我们是有点遭不住的，而且剑魔也非常的肥。卡牌大师现在伤害可能没有那么高，我这波得回一波加，想一下哈，出个冰霜之心得了，因为现在霞打我的伤害也是比较高的。还没结束，别着急。小心，给盾，他是要死，能点死吗？点死了还行。卢仙现在伤也起来了，1万块，还是被他领先2000块。加速，先吃钱再说。第一条大龙可以接受。我们现在整体经济差了3900块钱，还行，没有特别多。
如果差个5、6、7、8千的话，那确实就会有点多，有点伤。先把河蟹给吃了，回波加。为什么我不出重伤？没有钱出。我们有人出重伤了，我就不用出了。我出重伤，我得我的 Q 技能跟我的普通攻，我得技能打中他，我得 Q 技能打中他才行。但我技能一般来说是挺难打中他的。把这卢锡安吃前加速，他们现在要起我们下半区的节奏，让卢锡安先把中路线给带了。做好眼睛，剑魔果然在啊！加速，护盾抵挡伤害，这个时候不用着急上，再给盾，盾就一直给就行了。Q， 大招，再给盾，他乌鸦要去海闪了，小心。走，闪现，闪现。有闪现先拉开护盾，这个乌鸦拉的非常不错，但是这一波乌鸦死了，又被拉回去了。哎呀，说实话呀，这个乌鸦的 E 技能放的准度有点高啊，猴塞雷啊乌鸦。就给盾就行了，站后面不用着急冲，加速给盾，他吓死了，这波可以随便打，练住，再给盾 ，Q， 给个 Q。后面也能杀，还行。他们这一波嚣张了，我们卡牌大师这一波绕的不错。那这一波打回来的话，我们现在回到同一起跑线了，因为 AD 经济拉回来了。加速，不得不说啊，这霞确实有点东西啊，就前中期给我们的压力有点猴大。再给盾，让卢锡安过去把他点死。有后续吗？没后续了，还没闪现了，还行。而且他们队友开的都非常不错，这把高手对局，我们这边队友玩的也不赖。卡牌大师的留人，包括螳螂的恶狗扑食，只是说他们现在经济可能会稍微有点低，但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回家想一下出什么。现在 CD 很快再搞一个那个，出这个，不错不错，走。卢锡安重伤我就破盾，兄弟，我是盾流，肯定不能破盾，而且他有几个盾，有2个盾，但是我肯定是不能做破盾的，因为我不是 QQ 流，我是 QQ 流我就做了，我不是 QQ 流，所以说不能做。现在盾就一直给卢锡安就行了，给他加速，让他上去点点，护盾，再给一个大招，拉，不着急，给加速，这时候给螳螂就行了。还是要看卢锡安，再给螳螂一个盾，被他关进去了 ，Q。加速给他们2个人，这个盾非常关键。走，治疗术开，再给个盾，再 Q， 能杀吗？莫德凯撒这个位置不是很好，再给个 Q， 再给个强化盾，怎么说 ？EQ 恶狗扑食，扑死，再 EQ 过去 ，Q， 再往前面追击，螳螂再 EQ 恶狗扑食，螳螂玩的也非常不错，可以。这个我说的，我们前中期肯定会劣势的，为什么？就是，那他中野这2个英雄，你没有比他更强的中野了，他这2个英雄你怎么办嘛？没有比这2个英雄更强的了。我们去打大龙，然后小龙也有，局势马上就要悄然逆转了。先回波加，到我们的回合了，加速。你不是上前期无敌，前期确实，我们前期对线确实没虚啊，我们前期对线确实是优势啊，但是对面中野前期强势啊，所以说我们打到稍微靠近团战一点的那个时间点，就不是很好打咯，就只能说稍微怂一点，加速给上，再给个加速，不着急，这一波卡牌大师可能要着，加速给 AD， 再给 AD。他只要有加速就可以玩得非常飘逸，非常潇洒，给加速。然后霞的话，因为卢锡安有加速，所以说他很难 A 得到卢锡安，所以说卢锡安就可以这样飘来飘去。我现在是只能看卢锡安的，因为卢锡安的伤害是最高。中路小心点啊！卢锡安一旦露头，他们就会中路开我们，往后走。卢锡安再上路露头，他一定会中路来开你们的，小心那个位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铁男你小心，我要去上路保护他了。不着急，
再给加速，他这波位又送了，不着急，给加速 Q。卢仙现在嘟他受不了，慢慢守就行了。我说了，我们后期是强势的，再给加速，加速过去，定住，能定住吗？再给加速。可以操作了，而且，前面劣势不是说因为我们打不过对面，是因为我们这中野的话，他确实没有办法跟对面中野硬碰硬硬刚，但是等到这中野发育起来，你可以发现魏跟 VI 啊打到后期没声音了，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是不能给节奏的，他这两个英雄打到后期没用了，没有一个很好的画面，太笨了。前中期确实有数值，确实有机制。所以说我们打到中期小龙的时候是得怂一点，劣势确实对面玩的不赖，把中期节奏打得非常的不错，把我们压制死死的，但是我们后期还是能翻盘。但不是说因为我们打不过对面，我们这两个人正常来说打2v2的话，前面是我们对线处理的是非常不错的。那觉得橙子这把打得不错，喜欢橙子的话可以给橙子点点关注啊！每天晚上11点半准时开播，每天开播都会给大家带来全网最细节的辅助教学。但你能说他们玩的不好吗？也不能说，因为他们前面节奏确实很好，确实很好，就正常，就是打到中后期他不能给节奏，就像我那把玩塞纳一样，我们前期也是压制，但是中期后期你给节奏了，你让这种英雄发育起来，你治不了他了。但是卡尔玛不一样，卡尔玛打到后期也厉害，跟塞纳不一样。感谢你们都不配，感谢小泽不会滑，感谢摩根 Bill 的关注，谢谢。主播几点下播？今天应该可能还再打个1把2把就准备下班了。是啊，卢贤肯定玩得好，那我的 AD 他能玩得赖吗？龙威先给他办了。卢仙是哪个主播？卢仙是职业选手啊。哎，又是米利欧，还是他们？继续干，干！那我就再玩这个，还有啥软辅好玩吗？娜美呢？你要卡尔玛还是娜美？你选一个啊。我娜美玩的没有卡尔玛那么好。怎么说？什么娜美吗？你很嚣张啊！你打字啊！看我是吧？那我就玩这个，玩卡尔玛了。先上个厕所。我娜美熟练度不高，所以说不选了。要永远相信你的灵魂。看到直播间有同学说啊，玩洛什么的，玩洛什么的不行，洛什么的没有用，因为你像真正你碰到高手厉害的话，还是软辅，软辅跟软辅，软辅对软辅，软辅打软辅厉害，因为软辅后期强，前期也强，前中后期都强。我们这把还好吧，可以接受。上古前面，走。主播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主播。认真啊，认真啊！这把对面是高手，
你对线的是职业选手，加油，好好发育。草丛不占了，不改，还要换血，走，加速很快，再 A 他一下，走，我带着残暴，不着急。A 一下，恶心的一批，他很难吃线的。我这个卡莎的话前面太弱了，我这英雄前面换血有点厉害，他不能这样跟我们换。哇，剑魔怎么去反对面打野怪去了？我靠！我开玩笑的，剑魔，你这样真赚吗？不是坤坤，你怎么这么没素质？你为什么亮弱爆？别亮弱爆，你个傻瓜！走一下，打着打着就弱爆就亮起来了，治疗术有就直接开。他要等链子上来跟我们换了，所以说我们得续一个强化翼，续一个强化翼才行。蓝刀锋这波在上半区，把线推了走了。再学一级 E， 点一下盾 A Q， 他也给治疗出了 A， 他这波目标是想着杀我们家的 ADC， 点他再走，再点他，不着急，点燃也挂上了，他打野在附近，我们这波只能溜，不着急哈。做眼睛。还不是学我，我可没有经常去说什么给对面亮弱爆这种习惯啊。我觉得对面是高手，我很尊敬他，因为我很少碰到跟高手对局，挡住不给他吃。我治疗术现在还有35秒钟，开护盾上去 A 一下，再接一个 Q。他南刀锋来了，这波得往后面走，往这里走，小心他可能要越我们的塔，但他这个位置被我们发现了。走了走了，强化护盾。哎呀，徐哥哥呀，大哥呀，他都每次都来人，我真的是遭不住啊！我很烦呐，我靠，又来打野，那真的是很生气，气死我了！你杀 AD 好了，你还杀我，你把 AD 杀了不得了吗？你把 AD 杀了，你们 AD 不就不用死了吗？妈的！不过这一波有细节的啊，这一波我们提前练了一下他，然后把自己的强化护盾给开出来了，还行。如果说有治疗术的话，这一波对面就炸穿了 ，Q 一下给他补个兵，没补到。赚是赚了呀，肯定赚了，他拿到后面野区了。然后卡莎这英雄前面不强，他就只能说小稍微做一下牢，不厉害的。炸了，谁炸了？剑魔炸了，剑魔1800博。稍微站后面点，不着急。我们这波打野会在上半区，他打野还在的。挡住，不给吃，护盾练他米溜就行了。Q 一下再走，不着急。他开练的话，我们就往后面撤退。A， 攻击距离很远啊，给个加速。他打野还在这附近呢，不着急，先去做个眼睛。闪现一技能拉开。你别蹲了，大哥，你是男刀锋啊！我勒个豆啊！我真的是遭不住了，兄弟。但这波队友还想要打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支援一下，给个盾，往后面站一点，不着急。我们这波瑞文也在的，但他们这个线的话有点好，小心。给个大招，给个 E， 要给他强化护盾才行。不给强化护盾没那么好，终于逮到你了吧？你这波你就别撞了，这波我肯定是打不了，我没技能了。清完线走了算了。有2层被动，
回家出装备去了。对面打野是女生，是妹妹是吧？我靠！别整我了！别！是职业选手 ，OK， 别干我了啊！你跟他说橙子哥哥改了，别抓橙子哥哥了。我不弄了，我不嚣张了。Q 一下，怎么说 ？W 练一下，这时候先给个护盾 ，Q 一下。他去洗中路的节奏去了。卢仙要回家，那我这一波可以提前落位，先把眼睛给做上。我知道，要打断他回城。好，走，不着急。这个位置我被看见了，先帮瑞文打龙，他们应该要去拿先锋。回去了，但是被我打断回城了，还行。他回城被我打断了，快推吃塔皮。没塔皮了，没有塔皮吃了，忘记了，留2层被动是最舒服的。他们去中路去了，这波卢仙有饮血券，所以说卢仙这波会玩的嚣张一点。然后他卡莎没有饮血券，他就只能去中路把上塔给了。我们上把的话处理就是我们没有饮血券，那我们硬要嚣张。卢仙还要回波家，那我也回，走了。他要进我们家蓝区，这蓝不好守啊！你看一下 AD 的位置，瑞文，你稍微小看一下 AD 的位置。AD 到了，可以，加速过来，好守啊！守一下中路，护盾，点，差一点点死，嘟，再给加速，这位置加速给他们2个，再给加速，很嚣张，因为我们这把前面是强势英雄，他是弱势英雄，卡莎得发育的很后期才行啊，4500块，现在 AD 领先1000多块，下去找一下对面格温的节奏。加速 Q 交给你们了，我已经扛到极限了，能杀吗？护盾给 Q， 得走了，没后续了，他们队友也会过来，先把果子给吃了，好肉啊这个人，太肉了，格温出的是布甲鞋，香炉，然后我们想一下哈，这把对面这个阵容，男刀锋，然后格温。卡莎，破盾还能有得出吗？练住，再给加速。假装要中路对他动手，但实际上不动。我们这波拆中塔，给 AD 加速就行了。交闪现，多看一眼都会爆炸，杀了还行。叫你嚣张，喜欢看吸血鬼，男刀锋来了，加速，练 A， 走，闪现护盾，溜之还行，把果子给吃了，给 AD 吃。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后面，再 Q1 加速就行了，站在后面给队友盾，再给加速，直接回家，游戏结束。这把对面翻不了了，没有翻盘点。这一波虚弱挂的非常不错，想一下再出一件什么装备啊？我也不知道该出啥了，炼金冠嘛，出个炼金冠吧。卡莎会飞过来，然后男刀锋跟格温都会冲脸的。我不做破盾的话，我得稍微能有点防护的手段，能够整他，那就是炼金冠。再做一个冰心，因为他辅助是米利欧，米利欧这个英雄只有 ADC 才行 ，AD 强才行。但如果说 AD 不强的话，他就没有那么厉害，他只能是跟直接来下路吃就行了。16分钟就是翻盘点，这把他很难翻。我只能说，因为我们前面优势很大，真的很大，而且我是卡尔玛，真的很难翻。你们上路小心点啊，他们这波人很多，4、5个人。练住，
这波就不用怕他。他格温敢这样子动手，说实话，你看你哥治不治你，对不对？这一波直接炼金冠起到用处了，还真的好打他。但是又让他们发育了一波，他们上路换了一波，其实也没那么赚，因为我们下路起到节奏了，推了一座塔又杀了一个人。你让我这种英雄，包括卢仙这种英雄，前面有节奏，其实跟那种韦恩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个节奏会让他窒息，韦恩那种就还好。冰心加速排眼，这条小龙对面也没法看了。我们这把瑞文也是高手啊，瑞文打到现在有9500块钱，很厉害的。这瑞文加速给瑞文，让他加攻速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大龙，给卢仙加速，交闪现可以接受。这要大龙的话，你上路小心啊，剑魔，他们这波啊，他们人漏了就行。加速。走 ，Q 没中，给他一个加速，治疗术来一口 ，Q 1，护盾没给上，这波技能给的有点歪，他们这波人是多的，我们少了一个人，不能这样子，大龙只能给了，他们人多的话，这种架不能这样子打，先给盾，不过还行，能接受，我们两个没死就行。这波还是有失误的，不应该管莫甘娜。莫甘娜这个位置被对面强行撸死，我应该直接把技能给卢锡安就行了。你把技能给莫甘娜，莫甘娜还是死了，什么都没做到。我也有失误，就得玩的自私一点。我想救他的，但是他那个位置有点找死。拖到20分钟就有的打了，那不一定啊。我还是很信任我的卡尔玛的。有加速就一直给，52秒钟，这大龙是可以拖的。那格温能抓吗？格温在这里啊。不行，格温抓不了。走一下，他这波有链子。Q 到了还行。护盾能救到他吗？再给个大招，没死就行。小心，我们这波稍微小去看一下下路啊，看一下这两个队友。怎么说？杀了就行，给一个加速。中塔的话可能要掉，没掉那就可以接受。再给加速，给瑞文也行，给剑魔也行，都一样的。这个南刀锋现在伤害好高啊，1万块了，我靠！回家把冰心做出来。上把赢了吗？上把肯定赢了。其实莫甘娜这把这种出装。它可以换一换，换成一个 CD 鞋。莫甘娜，你可以出个 CD 鞋嘛？等下你那个盾可以一直挂给 AD 或者挂给瑞文，会比较舒服。其实我们不缺这点输出的，出个 CD 鞋，出个香炉会很厉害。然后你自己再做个金身啥的，就不死就行了。然后跟我一样站在 ADC 身后，给他一直挂盾。你有盾就直接交，有盾就直接给。然后等一下再出一个香炉，有盾就直接给就行了。等一下 AD 就会无敌，就往 AD 或者打野身上挂，就不管有对就是这样，对就有盾就直接挂，你不管。等一下把 E 技能给他学满，有就直接给。这把如果说输了啊，我们两个就一起喷 AD， 嘿嘿。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是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下路格温可以刷。对，他交易了，他交易了，死了还行，有盾就一直给啊，莫甘娜，你学我，这把不可能输，你这样子玩，这样子玩是最厉害的莫甘娜玩法。给盾，治疗，来一口，别冲，小心，我们就站 AD 身后，保证他打。看 AD 啊，要打吗？要打我就开了。有机会可以打，把对面吸血鬼杀了还行，加速。晕住，这一波灌闪灌得非常不错，把他晕住了。怎么说？马上就5改了。操作。AD 要回家。火龙魂。AD 回 ，AD 别回了 ，AD。没事，等他回。
我们在这里稍微小守一下，他这波龙他要不了，他要去拿大龙的，你们打，我去跟 AD 去看，他想要去抓大龙，我一个这样，我一个这样。你先别急啊。OK， 直接毒死可以。对我俩就这样玩，你看这 AD 是不是？当表标爽不爽？这坤坤你就说吧。这 AD 不是跟你双排的吗？是啊，是跟我双排的，所以说我才相信他。加速，宇飞了，大龙大龙了一万。你早点，我跟你说早点这样子玩，早点游戏结束了，作用很大的这种。对呀，加速，啊，咱们这边直接被打成死的。加速，给他抬一口治疗术，然后队友打大龙，我们现在2个保镖保着 AD 打，爽的一批。是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100星能排到你们那么高星的？是可以啊，因为晚上排的人少，然后一般能排到的话都是高手，说明你很厉害。莫甘娜回家了，莫甘娜有 TP， 哇，可以莫甘娜。给加速，就不管，就一直给盾。啊，真的赖皮，是真的太赖了，这样的。放空大脑，不要有自己的思想。给盾，不着急，再给个加速，给个大招，再给个加速，太赖了。多来一波，小心啊！给盾走了，把兵线带过去就行了。单对面点投降了，游戏结束。OK 啊，兄弟们，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明天晚上11点半不见不散啊，兄弟。今天直播已经直播了很久了，然后咱们明天晚上，你看我今天嘴巴就是有点笨，明天晚上见，各位早点休息啊，爱你们爱你们，辛苦了各位，早点睡觉，已经不晚了，晚安晚安。